大虫，臭哥哥，醒醒，快点醒醒！谁在戳我屁股？戳什么戳？小心我戳回去！哥，你好流氓！你的成绩单下来了，全校第1名，在爸那里。干，这妹子是谁？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这么陌生？啊，好痛！杜飞双手抱头，一股莫名记忆涌入他的脑海。很快，他便意识到自己穿越了。眼前这少女是他的妹妹杜小月，她还有一个开诊所的爸爸，名叫杜雷。好家伙，穿越这种事竟然降到自己头上了。杜飞原本是地球人，一觉醒来莫名穿越到这个世界，刚好这具身躯的原主也叫杜飞，年龄也是18岁，身材模样丝毫不差。这是什么？剩余寿命176小时零23分钟36秒35秒34秒。这是一个被时间所掌控的世界，每个人生下来身上都显示自己的寿命，寿命在这个世界是唯一的货币，可以交易，所有物品都要用时间去购买，拥有多少寿命就等于拥有多少财富，也就是说哪天时间没了，命就没了。我操，老子只有1周可活了。算了，既来之则安之。哥，你发什么呆？还不赶紧去拿成绩单？知道了。老头子，我来拿成绩单了。各位长官，他是我们诊所的少爷，刚刚毕业于联邦高级指挥官学院。等一下，你爸在急诊。哦，王姨。老头，您真辛苦，累得不轻啊。救死扶伤，医者仁心，这是医生的职责。再说，为了你小子，老子我苦点累点算什么？不过老子可没钱给你交30年的买命时间，自己去墙外杀光阴兽去。放心，你儿子我能着呢。呵呵，王阿姨是什么病啊？你个小混蛋，笑什么？不要怀疑老子的医德。你王姨感到身体异常，我给她接种了1针抗辐射疫苗，加强针吧。可王姨是有丈夫的，而且还是联邦军区的大人物，哪有隔2天就来急诊的？老头子，你这样迟早会出事。臭小子，瞎说什么呢？你王姨听说你考了全学院第1名，答应帮忙给你安排一支最牛的军团做实习指挥官，这里面有5000小时的时间，也是你王姨给的。我又可以多活半年了，雪中送炭啊！这是一次的急诊费。滚蛋！老头子，你这手术台要换个结实的。你个臭小子！联邦军区任命书下达，请指挥官学院的杜飞立刻上任。门口停着4辆装甲车，一位极其漂亮的女军官冰冷地打量着杜飞，她的身后站着10几名英姿飒爽的女兵。你是杜飞？是的，你们是？奉联邦军区命令，编外女子野战团副团长柳若冰向您报道，我们仅代表全团108名女兵前来迎接杜飞团长。敬礼。礼毕。编外女子野战团，这是支什么军团？才108人，梁山好汉吗？正规野战团最少不都是1500人以上吗？编外，也就是说，这是一支不在编制的军团。不对呀，我儿子成绩可是全学院第1，怎么可能会被任命去一个没有编制的杂牌队伍做指挥官？全团108人，闹呢？这分明就是一支杂牌小分队。不说城外的光阴兽有多恐怖，就算随便遇到一群普通凶兽，也不是100多人能应付过来的。如果我儿子成为这支队伍的指挥官，那就等于是去送死。你们是不是搞错了？不会错的。我问问你，王姨是怎么回事？别问了，恐怕他现在也是自身难保。穿越者不是都有金手指吗？系统。恭喜宿主成功发现本系统，绑定中，最强指挥官系统绑定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新手礼包，是否打开？打开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一个万能工具箱，恭喜宿主获得稀有物质熔炼剂500毫升。哎，是不是来接老杜儿子的？是啊，你没听到刚才的任命通知吗？不会吧，老刘家儿子成绩很差，来接他的都是好几架最新款猛禽战机。我也觉得奇怪，杜飞成绩全校第1名，却是4辆老款装甲车迎接。这是一支什么破烂部队，连飞机都没有。左邻右舍看着寒酸的迎接阵容，议论纷纷。杜雷脸上挂不住了，拿出通讯器开始联系王淑珍，结果请告诉我，这份任命书是联邦哪部分军区下达的？下达任命的是联邦复兴军区第48狩猎师。得，果然和自己猜的一样。吴大贵，这是公报私仇。老头子，没事，事情弄明白就行了。杜飞团长，我们只是奉命行事，希望您不要让我们为难。这爷俩又是撇嘴又是摇头，是看不起我们的这支队伍。老娘还看不上你一个小屁孩当我们的团长呢。
要不是48师承诺给我们2万小时作为报酬，不然我柳若冰绝不会让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来当指挥官。警告！警告！编外女子野战团未缴纳安全具体流费，限10分钟之内离开复兴处。把我们的杜团长请上车。是。团长请上车。几个女兵不管杜飞同不同意，几乎是用身体把他加上了装甲车。住手！你们这是绑架我儿子！杜雷又惊又急，联邦的规定让他深感无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宝贝儿子被劫走。老头子，不用担心我，今后你和妹妹一定要小心点。在身经百战的女兵挟持下，让他挣扎不得，直接被按着屁股推进了装甲车。老杜家儿子哪是去当指挥官，分明是被抓了壮丁啊！严重警告，请立刻离开，否则将被视为入侵者。在直升机的驱力下，4辆装甲车快速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指挥室显示屏，神情紧张。一旦遇到光阴兽，哪怕是1级，也能轻松撞翻装甲车。可以说，这次他们是冒死前来迎接杜飞上任的。杜飞则是靠在座椅上，打开了系统界面。宿主杜飞，职务指挥官，军团编外女子野战团，声望值0，机密值0，体质未强化，遭受辐射30%，物品万能工具箱乘1，机油物质熔炼剂500毫升。这个万能工具箱就是宝藏，系统打开万能工具箱，打开成功。哇！这么多好东西，有了这个万能工具箱，再结合自己在军官学院学到的知识，不愁打造不出一支不死女军团啊！这是全团最高规格的房间，以后就是你的卧室。10分钟后集合，安排你和所有士兵见面，同时带你熟悉一下团部的情况。最后，不要动衣柜里的东西。杜飞打量着房间。大姐，你们管这叫房间？规格最高，不过这空间倒是不错，就是有些简陋。这还是全团最高规格的房间，那普通士兵的房间会是什么样子？不让动衣柜里的东西，呵呵。好奇心驱使下，他打开了衣柜，一股幽香弥漫，里面挂着一些黑丝小布料。非礼勿看，非礼勿视。他来之前，他是这间卧室的。若冰，那个男团长到了，能力怎么样？刚毕业的学生，毫无作战经验。我还以为是老战士呢，原来是个小屁孩。这种绣花枕头能干什么？他会打野战吗？会开车吗？会打手枪吗？不要再说了，没有他，咱们将彻底陷入绝境。明天的任务太凶险，不能带杜飞去，毕竟他还只是一个涉世不深的学生。哇，快看！这就是咱们的新团长，这么小，哇，好帅啊，身材好棒哦。帅能当饭吃，还是说能抵御变异兽和光阴兽的攻击？是啊，估计见到光阴兽第一个跑的就是他，想要他。全体立正，敬礼。礼毕。第一次面对这么多漂亮的女兵，他既紧张又兴奋。大家好，辛苦了，辛苦了。目光扫过所有女兵，虽然这是但杨业，我团有指挥员3人。装备这么差，你们是怎么打光阴兽？拿命去堆的吗？难怪只剩180人，没有无人机吗？无人机，那只能梦里有。报告，什么事？48师消息，命令我女子野战团明日上午10点赶到坐标269比71的黑水河参与战斗。什么黑水河？他们太混蛋了！我们需要绕多远？绕30多公里。副团长，不是绕路的问题，关键是我们的装备。不用说了，回复48师，我女子野战团明天6点出发，10点准时到达黑水河。杜飞皱眉，他从所有女兵的表情中感觉出了他们的无助和悲怆。我可不可以插一嘴？虽然我刚刚上任，但也已经算是野战团的一份子，应该有权知道本次的具体作战任务吧？别，有指挥员之一的夏影向你汇报吧，我还要去看看探测仪修好没有。全体解散。团长大人，坐下说吧。你是不是想说我很漂亮？嘿嘿，我想说你是不是肺很黑？夏影深吸一口气，美眸中透出一丝哀伤。呵呵，什么肺黑不黑，对我来说无所谓了。给你说说团里具体情况吧。我们是一支没有编制的杂牌军，没资格享受联邦的财政支持。多年前，我们就像垃圾一样被联邦抛弃，一切费用、开支全是自给自足。说这些你应该懂吧？这个世界阶级分明，没有人权可言，尤其是不在编制的杂牌军。光阴联邦根本不会在乎其死活。我们女子野战团情况很糟糕，已经到了绝境，所幸接到了48师的任务。说起来还要感谢你。感谢我？为什么？48师让我们接受你为指挥官，完成任务后给我们拨款2万小时为报酬。他们明天有2个狩猎区，一是红谷大坝，2是黑水河。原定位置是红谷大坝，但是那些混蛋刚刚却临时命令我们前往黑水河。有什么不同？对于我们来说，红谷大坝多少还有一线生机，黑水河必死。
为什么这么说？红谷大坝的光阴兽是1级，而黑水河的光阴兽是2级的。以我们现有的武器装备，猎杀1级的光阴兽都很费劲，更何况是2级的光阴兽。这么说，明天野战团岂不是去送死？不管怎样，我们都要去拼一拼，去了还有希望，不去只有等死。拿什么拼？拿野战团108条活生生的性命去拼？谁给你的权利？我不同意！声音回荡整个防空洞。我知道这次任务等于是去送死，但你知道2万小时对我们多重要吗？这是我们女子野战团目前唯一生存下去的希望。我们在18岁的时候，也像你一样离开基地室，曾憧憬着能攒够30年的时间上交给联邦，然后回基地室安稳度日。呵呵。事实上呢，我只看到了亲人惨死，身边的姐妹们一个个倒下，辐射、病毒、凶兽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我们。每猎杀1只光阴兽，获得的时间要被联邦抽走20%，每转移1笔时间要被联邦收取10%的手续费。我们也猎杀了不少光阴兽，也获取了不少时间，可是我们至今一无所有。我想问，时间都去哪儿了？你能回答我吗？柳若冰所说的一切是他记忆中所没有的，学院也不教这些。时间都去哪儿了？不用说，时间都被光阴联邦榨去了。柳若冰和夏颖脸上挂着泪水。这样吧，我还有一些时间可以拿出来救急，咱们不至于为了2万小时去送命。你要是3天前说这话就好了，你应该明白临阵抗命的后果吧？居然忘了这一条，是该死的规定。我想尝尝你的糊糊。团长，这怎么可以？这样不合适。你想抗命吗？本团长和你换换怎么了？赶紧吃。杜飞也端起了甘婷那碗糊糊，直接喝了起来。什么粥这么难喝？又吃了一口黑褐色的配菜。这什么玩意？糊糊像胶水一样没味道，而那黑褐色的配菜更是难以下咽，沉牙，并且还有一种怪味。这都是什么食物？糊糊是后勤兵在山上挖的木薯制成粉做的，黑褐色的是一种野菜，不过刚挖回来的木薯和野菜都有辐射，需要在消毒水里泡一段时间，晾干后才能吃，有的吃就不错了。你们这么紧缺时间，平时野战团的时间是怎么分配的？获取到时间大家平分，有开支的话大家公摊。我们所有人拥有的时间基本都一样，同生死共患难，要活大家一起活，要死大家一起死。也就是说，现在所有女兵们还剩不到3天的寿命，差不多吧。真想不到，不仅吃的不行，她们的生命也快到了终点。也不知道这些年她们是怎么熬过来的。看来这女子野战团的情况比自己想象的还要糟糕。声网加10点。把这根火腿肠也吃了。不，团长你吃，我吃肉丝面都够难为情，再吃你的火腿肠就很过分了。这是命令。团长，不等甘婷拒绝，杜飞把火腿肠直接塞进了他的嘴里。声网加10点。柳若冰和夏颖从外面走了进来。他烟瘾真大。团长，你可能不知道，夏颖姐不抽不行。不抽不行。夏颖姐的肺部受到很严重的辐射，烟草能缓解她的疼痛，她可能随时都会死掉。我们每个人身体都遭受不同程度的损伤、辐射，比如夏颖姐是肺部，若冰姐是肝脏，也有太多姐妹在我们身边死去，我们都习惯了。直到此刻，我才真正体会到这些女兵们的艰难处境。她们之所以如此坚强，只能说是对生命有着无限的渴望。你遭受的辐射是哪个部位？团长，我说不出。说不出？看来她遭受的辐射应该是私密部，不好意思开口。好吧，我明白了。虽然边外军团大多都像土匪一样没有军纪，但是这些女兵是一帮可怜人，更何况系统已经绑定了边外女子野战团，现在这帮小可爱都是老子的兵。那么眼下，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明天黑水河的危机。谁能带我去弹药库？我想去查看一下。这个学生还真让人头疼。团长，外面天黑了，现在出去不安全，等明天吧。我现在必须弄清楚野战团的武器装备情况。别忘了，我是团长。柳若冰见杜飞态度强硬，只好作罢。既然团长想去查看，孙小倩你陪他去一趟，带他看一眼就行。那些弹药可是咱们的命。明白，团长，请跟我来。3、5、9、7，杜飞让人记下密码。团长，我们动作要快一点。这些石头怎么会发光？检测到密银矿石，可提炼稀有物质密银。这些石头是密银矿石。系统打开密银描述。打开成功，星球上所有的人都会为它抢破头。它是坚不可摧的神奇金属，可制作密银子弹、装甲防护、防御铠甲，轻如羽毛，坚如龙鳞，对一切生物有着致命的杀伤力。好东西，绝对是世上罕见的稀有物质。团长，能不能快点？就这些，不是一般的穷啊！各种弹药也就剩下3000多发，还好有150公斤补药。外面那些石头
可以提炼出秘银，有了秘银，就可以把普通子弹简单改装成秘银子弹。这样的话，明天黑水河任务才有希望完成。简单查看一番后，孙小倩带着杜飞离开了。营宝，明天的任务，我想考虑到你的身体状况，我想让你留守营地。靠，你这是干什么？侮辱老娘吗？老娘的身体素质不比你差，发育也比你好，不信解开比比看。啊，死丫头，别闹！谁大？你大，你大，服不服？服了，服了！这还差不多。营宝，明天将是一场没有生还希望的战斗，很可能回不来。我知道，要死一起死。夜深人静，杜飞来到了弹药库。今晚的工程量很大呀，嘿嘿嘿！先把秘银提炼出来。这是目前唯一一瓶稀有物质熔炼剂，你要给力啊！暂时没有声望值，没法兑换。这就是秘银，很硬，果然是轻如羽毛，硬如龙鳞。测试成功，接下来就把那一堆矿石都提炼成秘银吧。总算提炼完成了，耗费约30毫升熔炼剂，总共获得了40多个秘银块，小到指甲盖，大到瓶盖不等。报告，弹药库出现紧急情况。什么？是你？你在弹药库干什么？也没什么，就是把弹药改装了一下。我操！我操！我的子弹啊！你竟然动了我们的弹药，那是我们的命啊！杜飞见装甲车开了出来，急忙走出弹药库刷了起来。秘银所剩不多，只能刷一些重要的位置。小屁孩，你是不是疯了？你到底做了什么？暂时给你们解释不清。总之到达黑水河之后，一切听我指挥。恐怕他们连秘银是什么都还不一定知道，竟敢说老子是小屁孩！到时候让你们心服口服，跪下唱征服。听你指挥，就凭你。孙小倩，把他带回去，看好了，再出问题拿你试问。是。混账！你们敢囚禁最高指挥官？那些子弹已经被我改装成了秘银子弹，都省着点用。气死我了！一个防不胜防的神经病！什么秘银子弹，疯子！报告，子弹、炮弹都没有问题，就是多出来一批子弹了。啊！全部带上，全体整理装备，5分钟后出发。是。目标黑水河，出发。师座，编外女子野战团来电，他们已经出发，正朝黑水河行进。很好，通知下去，命黑水河的机动旅全部撤离，开往红谷大巴狩猎区。随后，派无人机把黑水河的光阴兽和变异兽全部引至坐标269:71。师座，这是要放弃黑水河狩猎区吗？这是上峰交给我48师的任务啊！那疯女人当初组建女子野战团，一直是上峰的心病，如今所剩余孽必须要清除，顺便除掉一个18岁的短命鬼。上峰要我们把此事务必做得滴水不漏。联邦规定，军团之间不可相互厮杀，否则无论是谁都将受到严惩。是，师座高明。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指挥室显示屏。副团长，10分钟后将到达坐标269:71。命令，全速前进，提前赶到目的地。是。报告，出现紧急情况。刘若冰看到显示屏上出现了密密麻麻的绿点和红点，距离他们越来越近。什么情况？怎么会这样？48师人呢？为什么这么多凶手？报告，已确认坐标269:71，出现大量变异兽和光阴兽，左侧和右侧已有部分凶兽朝我们的方位袭来。确认具体数量。左侧和右侧共有8只2级光阴兽，再驱使2个变异兽群，距离我们不到3公里。8只2级光阴兽，2个变异凶兽群，兽群中左右两侧各有1只2级光阴兽领头，这很麻烦。以我们现有的弹药、机炮和机枪，手动点射也不足以支撑10分钟，随便一只都有可能毁灭我们。就算撤退，现在也已经来不及。最主要的是，2个兽群后面还有6只2级光阴兽。丹婷快速分析着当前情况，形势严峻，负面性的遭遇。女子野战团在2级光阴兽面前，相当于秒弹碰钢珠。命令指挥车和运输车，机炮手、机枪手瞄准目标光阴兽，所有士兵以后方沟壑掩饰为掩体，目标变异兽群，争取把兽群阻挡在300米之外。准备殊死一搏。48师联系上了没有？他们已关闭频道。若冰姐，我怀疑这是针对我们的陷阱。该死的吴大贵，若老娘不死，一定要宰了你！
骂完之后，他提起一把冲锋枪，跳下装甲车。说我冰姐，你这是干什么？暂停！野战团从曾经的2000多名战士，如今仅存108人。我母亲曾说过，你可以做一名优秀的指挥官，可是我却一直没有给你机会。我不该接受48师的任务，这是我的错。对于你曾经的劝阻，我向你道歉。我将和外面的姐妹们全力掩护指挥车，希望你能带领这些姐妹们安全撤离。说我冰姐，你不能离开指挥车。暂停，这是命令。姐妹中就剩你们几个遭受的服饰较轻，你们是咱女子野战团延续下去的希望。全体准备，搭所有弹药台下运输车。报告，多出来的子弹有2600发，没有联邦编号。什么情况？没有联邦编号，管不了那么多了，全部分下去。机炮手、机枪手全部就位，等光阴兽到达射程范围之内就全力开火。兽群10秒后进入射程。10、9、8、7。柳若冰，你他妈的这算是怎么回事？说好的要死一起死，老娘跟你没完！3、2、1，开火！兽群已进入射程范围，榴弹发射。这什么情况？显示屏上原本密密麻麻的绿点，此刻却变得很稀疏。不可能啊！普通榴弹的威力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了？榴弹继续发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再次命令后，他死死盯着显示屏。可以确认了，爆炸过后，兽群死伤好几片。我们的榴弹杀伤力有这么恐怖吗？指哪儿打哪儿？难道是团长？也没什么，就是把弹药改装了一下。莫非他真的把弹药改装了？命令：机炮瞄准光阴兽，机枪扫射兽群，所有步兵组击冲上来的变异兽，不要浪费子弹，我们必胜！呀呼！这丫头想干什么？说好了指挥车撤退，她怎么不听话？然而，眼前情况紧急，已容不得柳若冰多想。3只2级光阴兽带领的兽群已经冲到了面前。天眼消息：击杀2级光阴兽获得3626小时，光阴联邦抽取20%。另外，女子野战团储存卡进账2901小时。我看到了什么？光阴兽死了！天啊，夏莹姐，我们进账2901小时，这怎么可能？2级光阴兽竟然被机炮轰死了！更加不可思议的是，那些变异兽在他们的火力攻击下，几乎是一枪一个，不停的倒下。这些变异兽什么时候变成纸糊的了？这怎么可能？难道是团长？也没什么，就是把弹药改装了一下。女子野战团储存卡进账2823小时。这只2级光阴兽是用机枪打死的。妈呀，这些子弹的威力太大了，简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这些真的是什么密银子弹吗？这种子弹估计连光阴联邦都还没有造出来。停止射击，第一波妖兽已经被我们干掉了。姐妹们，打起精神来，后面还有6只2级光阴兽，任务很艰巨，不过我坚信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的。天眼消息：女子野战团歼灭6只2级光阴兽，共进账18317小时。突然，半空中出现一个庞然大物。隐身异兽，糟了！甘婷、夏莹，小心！柳若冰和所有女兵大惊失色。隐身异兽，这种光阴兽可高速飞行，善于隐身，很难被探测仪发现。只有在攻击状态时，探测仪才能检测到它们的存在，可以说是所有光阴兽中最恐怖的存在。姐妹们，永别了，你们一定要好好活下去。甘婷、夏莹，我们还活着，没事，竟然没事，奇迹啊！太好了，没事就好。姐妹们，我们胜利了！太过瘾了，真刺激啊！这战绩，我们这辈子就从来没有打过这么爽的战役。是呀，我们竟然猎杀了9只2级光阴兽，打败了2个变异兽群。检查伤亡情况，汇报战死。报告，全团无一人伤亡，各种弹药共计剩余1263发，指挥车和运输车受损但不影响行驶。我女子野战团共歼灭9只2级光阴兽，获得27875小时。汇报完毕。奇迹啊！我第一次感觉到这带有辐射的空气是那么的清新。说我冰姐，团长还被你关着呢。赶紧联系孙小倩。呼叫孙小倩，呼叫孙小倩。孙小倩收到。孙小倩，杜飞团长现在情况怎么样？请回答。报告副团长，我怕小 P 还不老实，暂时把他绑起来了。什么？我命令你马上给杜飞团长松绑，不要虐待他。信号不好，听不到，请重复。这，集合，全速赶回营地，下午2点务必到达。我们的希望就是
兽群10秒后进入射程，10、9、8、7。柳若冰，你他妈的这算是怎么回事？说好的要死一起死，老娘跟你没完！3、2、1，开火！兽群已进入射程范围，榴弹发射。这什么情况？显示屏上原本密密麻麻的绿点，此刻却变得很稀疏。不可能啊！普通榴弹的威力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了？榴弹继续发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再次命令后，他死死盯着显示屏。可以确认了，爆炸过后，兽群死伤好几片。我们的榴弹杀伤力有这么恐怖吗？指哪儿打哪儿？难道是团长？也没什么，就是把弹药改装了一下。莫非他真的把弹药改装了？命令机炮瞄准光阴兽，机枪扫射兽群，所有步兵组击冲上来的变异兽，不要浪费子弹，我们必胜！呀呼！这丫头想干什么？说好了指挥车撤退，她怎么不听话？然而眼前情况紧急，以容不得柳若冰多想，染着2级光阴兽带领的兽群已经冲到了面前。天眼消息：击杀2级光阴兽获得3626小时，光阴联邦抽取20%。编外女子野战团储存卡进账2901小时。我看到了什么？光阴兽死了！天啊，夏莹姐，我们进账2901小时，这怎么可能？2级光阴兽竟然被机炮轰死了！更加神奇的是，那些变异兽在他们的火力攻击下，几乎是一枪一个，不停的倒下。这些变异兽什么时候变成纸糊的了？这怎么可能？难道是团长？也没什么，就是把弹药改装了一下。女子野战团储存卡进账2823小时。这只2级光阴兽是用机枪打死的。妈呀，这些子弹的威力太大了，简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这些真的是什么秘银子弹吗？这种子弹估计连光阴联邦都还没有造出来。停止射击，第一波妖兽已经被我们干掉了。姐妹们，打起精神来，后面还有6只2级光阴兽，任务很艰巨，不过我坚信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的。天眼消息：女子野战团歼灭6只2级光阴兽，共进账18317小时。突然，半空中出现一个庞然大物。隐身异兽，糟了！甘婷、夏莹，小心！柳若冰和所有女兵大惊失色。隐身异兽，这种光阴兽可高速飞行，善于隐身，很难被探测仪发现。只有在攻击状态时，探测仪才能检测到它们的存在，可以说是所有光阴兽中最恐怖的存在。姐妹们，永别了，你们一定要好好活下去。甘婷、夏莹，我们还活着，没事，竟然没事，奇迹啊！太好了，没事就好。姐妹们，我们胜利了！太过瘾了，真刺激啊！这战绩，我们这辈子就从来没有打过这么爽的战役。是呀，我们竟然猎杀了9只2级光阴兽，打败了2个变异兽群。检查伤亡情况，汇报战死。报告，全堂无一人伤亡，各种弹药共计剩余1263发，指挥车和运输车受损但不影响行驶。我女子野战团共歼灭9只2级光阴兽，获得27875小时。汇报完毕。奇迹啊！我第一次感觉到这带有辐射的空气是那么的清新。若冰姐，团长还被你关着呢。赶紧联系孙小倩。呼叫孙小倩，呼叫孙小倩。孙小倩收到。孙小倩，杜飞团长现在情况怎么样？请回答。报告副团长，我怕小 P 还不老实，暂时把他绑起来了。什么？我命令你马上给杜飞团长松绑，不要虐待他。信号不好，听不到，请重复。这，集合，全速赶回营地，下午2点务必到达。算时间也差不多了，女子野战团的余孽和那个指挥官学院的天才应该全部葬身受缚了。师座，咱们失算了。什么失算了？你快看一下天眼发布的最新消息。天眼网站上面显示着各大军区的情况，以及无数大小军团的排行榜和战绩。什么情况？他们杀了9只2级光阴兽，战绩排名由30多万名一跃至9万多名，进入排行榜前10万名，还打上了贡献星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我也很纳闷。按理说以他们的人数和装备，连变异兽都阻挡不了，但是竟然击杀了9只2级光阴兽，其中还有1只隐身异兽，他们人数不足100，整场战斗不到1个小时，这样的战绩，就算我们一个7000人的机动旅也做不到。师座，我都怀疑是不是天眼出毛病了。这怎么可能？简直就是活见鬼了！但是天眼是不可能出错的，他们死伤有多少？不清楚，天眼没有显示。给我查，把他们这次黑水河的战斗情况、武器装备必须查清楚。是。
对了，师座，青川遗址猎场评估报告出来了，专家建议组建新的猎场。知道了。柳若冰和夏颖跳下装甲车后，直奔杜飞的房间。天啊，全都回来了，太好了！还不快给团长送吧！啊！柳若冰看了一眼开着的衣柜，又看了看杜飞，对着孙小千的屁股就是一脚。小蹄子，谁让你动我的东西？说完，快速把塞在杜飞嘴里的黑丝小布料拽了出来。团长，对不起，让您受委屈了。我洗得很干净。夏颖和甘婷实在忍不住笑出了声。孙小倩，你真特牛的是个人才。全都回来了。看向所有女兵，谁也不知道她心里是不是正在酝酿着怒火。团长，先说说黑水河的战斗情况。比起生气，我更想知道密银子弹对凶兽究竟有怎样的杀伤。柳若冰看着杜飞一副迫切的样子，内心深感愧疚。这个男人连夜造出了密银子弹，到现在还没见识过那些子弹的威力，还被自己和所有姐妹们嘲讽。求敬，柳若冰，你真是混蛋啊！什么？2级隐身异兽？你个小蹄子，能不能不要一惊一乍的？多亏出发前团长在车上刷了神秘物质，丹田和夏颖才幸免于难。然后呢？我很想知道密银的防御力如何。直接撞死了，还弹飞老远，感觉像是自杀式袭击。本次战役，我们共获得了33569小时。不过令人心疼的是，各种弹药仅剩900多发了。汇报完毕。零伤亡战役很好，弹药是用来保护生命的。如果遇到情况刻意去节约弹药，那么你的举动很容易使身边的战友陷入危险境地。你们108人，我不想看到任何人受到伤害。此时此刻，所有女兵很是愧疚地低着头，但想过后，团长，对不起，我不该那样对待您，你处罚我吧。团长，我错了，之前那样对待你，我相信大家现在都很后悔，希望你能原谅我们。团长，对不起，我误会你了，我愿意接受任何处罚，直到你原谅为止。倔强的夏颖也低下了高贵的头颅，不为别的，只为黑水河这场战役。这个男人制造的密银子弹解救了全团的姐妹，全场寂静。杜飞皱着眉头，脸色阴沉。团长，求您原谅我们吧。好了，你们可是我的财神啊，我哪敢打敢骂，声望值和亲密值可全捏在你们手里。如果这次战役出现人员伤亡，我肯定饶不了你们。你们都安全的回来了，处罚就免了。不过再有下次，绝不姑息。那你刚才脸色为什么那么吓人？刚才我是在纠结那个小布料到底洗没洗干净。你没鼻子呢，你个小蹄子，还说妈呀，吓死宝宝了！耶，太好了，团长太帅了。声网加10点，科技库已解锁，可兑换相应物品。果然，系统提示音像潮水一样叮叮当当响了起来。科技库解锁了，杜飞心里暗喜。唉，忍辱负重啊！为了赚点声望值，容易吗我？全体20分钟后集合，我有事情要宣布，同时确定下我们野战团初步的发展方向。是，团长。穿越成最强指挥官的杜飞，用黑科技打造了一支超级无敌女军团。速度：杜飞，职务：指挥官。温馨提示：科技库已解锁，可兑换相应物品。嘿嘿，迫不及待啊！系统打开科技库，打开成功。陆地王履带战车设计图纸要500声望值，康复池设计图纸要500声望值，震惊合成技术要100亲历值，等等等等。每一样东西都是高端的黑科技啊！这震惊和乌鲁金更是远高于密银的黑科技金属，制成铠甲的话，那简直是无敌的存在。现在兑换不了，眼馋了。杜飞望着科技库里琳琅满目的物品，陷入了沉思。我在女子野战团的地位正式确立，已经成为了真正的最高指挥官。只要有足够的声望值和亲历值，就可以打造一支宇宙无敌女军团。老爸和老妹的处境也不安全，吴家在光阴联邦的势力很庞大，必须要让自己尽快强大起来，这样才能保护家人、兄弟、朋友。目前声望值1370，先兑换点什么呢？恭喜宿主使用500声望值，兑换一份陆地王履带战车设计图纸。杜飞脑海里瞬间出现了关于战车的各种构图、参数、性能等等。配备大口径机炮，杀伤力范围5000平米以上，爆炸范围半径36米，全自动防御机炮、机枪、轻型加特林、远距离探测仪、预警仪、夜视仪、防窃密通信，可自动驾驶，能量晶石驱动，最大时速可达150公里每小时。这么牛逼，兑换的值了！嘿嘿，继续。前世伟人说过，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恭喜宿主使用200声望值，兑换一份净水器设计图纸。恭喜宿主使用500声望值，兑换一份康复池设计图纸。杜飞立刻按脑海里的图纸开始绘制：陆地王履带战车、净水器、康复池。祷告，团长，全团自展员一集后完毕，跟你行事。好的，马上到。
全体立正，敬礼。团长好。大家好。礼毕。不用拘束，你们这样我倒是有些不习惯了。时间紧迫，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想不想成为一支宇宙无敌女军团？想。很好，我相信只要咱们齐心协力，一定会成为宇宙超级无敌女军团。接下来我要先了解一下咱们团都有哪些人才。甘婷到，他精通各种通信电子设备。孙小倩到，他精通各种武器弹药。夏颖到，他精通格斗和各种战术。不错，真没想到咱们野战团人才济济啊！储存卡目前由谁负责保管？报告团长，储存卡目前由我保管。现在余额有多少33569小时。命令，除去我之外，每人先分配100小时。团长，每人100小时要发10800小时，扣除10%的手续费，就是11880小时。你确定？10%的手续费，光阴联邦真你妈的黑，分下去吧。是团长，我不需要了。他脸色发白，手里攥着烟卷。考虑到对杜飞的尊重，烟卷一直没有点燃，能够看出来他在极力忍受着痛苦的折磨，状况很可能坚持不了2天。因此，他认为100小时对他而言纯属浪费。抽吧，分配的时间每个人都必须接受，你也不例外。放心，你会好起来的。团长，不用在我身上浪费时间，我知道自己的情况。那咱们打个赌吧。打赌，如果3天内你的身体好了，就当着全团的面亲我一下，或许还能赚点亲密值。小男人想占老娘便宜就直说，我不介意现在就亲你一口。所有女兵都凄凉的笑了。你精通土木建筑？是的，团长。来看一下这张图纸。池子按照图纸施工，位置设在生活区，明天1天完工，有没有把握？很简单，保证完成任务。团长，建这么大的池子干什么？暂时保密。姐，不说就不说，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团长，你能不能多造点密银子弹？这是大事。弹药库旁边的那堆石头是从哪里来的？2年前发生了一场泥石流，是从山上冲下来的。明白了。如果没猜错的话，这座山存在有大量的密银矿。咱们的指挥车和运输车太落后了，我建议把这2辆轮式装甲车淘汰掉，换成最新款的履带战车。呵呵，团长，你要是没睡醒的话，就继续去睡吧。我觉得咱们那2辆装甲车修修还能用。如果女子野战团真有50万小时，何必冒着生命危险接48是2万小时的任务？我的意思是，咱们自己造。什么？自己造？团长，我们没有听错吧？穿越成最强指挥官的杜飞，用黑科技打造了一支超级无敌女军团。团长，造履带战车，你以为捏泥巴玩呢？早点洗洗睡吧。不像天才吗？这么不相信我？设计图纸、技术、参数，所有的一切我都想好了，你搭把手就行。话音一落，全场落针可闻。柳若冰等人惊讶地看着杜飞，满脑子问号。你是谁？我是谁？这位小可爱是谁？我们认识他吗？要知道，履带战车在联邦属于高端武器装备，正因为性能优越，其复杂程度超乎想象，图纸和制造技术更是联邦第一军工集团的最高机密。这个小男人却说，制造履带战车的一切技术参数他都有，谁敢相信？嘿嘿，瞧你们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你们难道就不奇怪我是从哪弄来的密银？联邦可有密银提炼技术？丹婷拿出野战团唯一的智能平板，迅速在网上查阅，柳若冰3人立刻为了赞许。天啊，他真的会提炼密银！不要说提炼密银的技术，仅仅是溶解密银这项技术，如果卖给联邦的话，几辈子都吃喝不愁。这个小男人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天才？他怎么能这么厉害？我既然能提炼密银，能造出密银子弹，那么就有能力造出履带战车。我要造的是陆地王履带战车。等会先让你们看看图纸，给你们点信心。尽管他们还是半信半疑，但能够看出来已经一个个美眸放光，眼里露出惊喜和期待。全体听令，从现在开始，关于我女子野战团的任何消息，不得向外界透露半个字。是，绝不泄密。报告，什么事？48师发来消息：一、祝贺我女子野战团黑水河一战大获全胜；二、由于临时改变作战计划，通信系统出现故障，黑水河任务相当于取消，承诺拨款的2万小时无法兑现。三、鉴于我们突出的表现，48师重新制定了作战计划，于15天后在青川遗址组建狩猎区。四、青川遗址狩猎区，他们会邀请很多边外军团，也包括我女子野战团。五、青川遗址存在3级光阴兽，承诺如果我们接受这次任务，将给我们拨款10万小时，附加支
之前的2万小时，共给我们拨款12万小时。嘿，什么东西，简直就是一群混蛋，无赖玩意！分明是不想给我们拨款，他们可真够厚颜无耻，竟然还想挖坑，让我们往里面跳。我呸！一群狗娘养的，什么他妈的通缉蛇背故障，当老娘是白痴吗？无耻！他们分明是想赖账。女子野战团冒着全军覆没的危险，为的就是那2万小时，现在说不给就不给了。好了，大家先安静一下，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他们是冲我来的。团长，不是冲你的，他们肯定是奉吴大贵之命，想把我女子野战团彻底除掉。啥？吴大贵？难道他们也跟吴大贵有过节？48师是吴大贵其中一个主力师，当年我父亲和吴大贵同属联邦中层，由于我父亲替平民申请福利，触动了吴大贵的利益，结果被吴大贵陷害，死于矿场。我母亲为了报仇，组建了女子野战团，当初2000多人，拥有联邦正式编制，在吴大贵的打压下，最终被联邦取消了正式编制，女兵们相继战死，我母亲也郁郁而终。这么多年过去了，吴大贵还是没打算放过我们。原来吴大贵不仅仅是针对我，而是一石二鸟。团长，48师如此对待咱们，难道就这样散了？算了，我要让吴大贵明白，任命我为女子野战团指挥官，将会是他这辈子最大的错误。青川遗址的任务我们接了。柳若冰等人大吃一惊，眼中露出慌乱。夏颖有点后悔刚才多此一问。团长，青川遗址的任务接不得，很明显这又是针对我们的陷阱。团长，别冲动，我看还是算了吧。是啊，如果接了的话，那将比黑水河危险100倍。青川遗址盘踞的多是3级光阴兽，甚至还有4级光阴兽，恐怖程度超乎想象。团长，青川遗址的任务万接不得，别说48师承诺拨款12万小时，还不一定能兑现。就算能兑现，那也是有命拿没命花。我没有冲动，你们放心，我不会拿全团的性命开玩笑。你可要三思啊！丹婷，听团长的。杜菲娜胸有成竹的神情，让柳若冰莫名产生了很大的信任。青川遗址任务是15天以后，这段时间足够我们准备了。相信我，到时候我将亲自带你们打一场高科技大战。回复48师，青川遗址任务我们接了，不过有一个条件，那12万小时必须先给我们拨款一半，否则我们不接。是，团长。所有人沉默，防空洞里一片寂静。团长，储存卡建章6万小时。很好，他们不惜下重饵，看来还真把我们当软柿子捏了。吴大贵，咱们走着瞧。面对这么大一笔巨款，原本应该高兴，然而女兵们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就连柳若冰等人心情也有些沉重，就好像48师转过来一枚定时炸弹，而不是时间。好了，都开心点，跟着我有肉吃。全体解散，你们几个来我房间。柳若冰4人相互看了一眼，他想干什么？不会是破罐子破摔，要耍流氓吧？让我们看履带战车图纸吧。他造出来的履带战车挡得住高阶光阴兽的攻击吗？此刻他们的心情很复杂，也很好奇。穿越成最强指挥官的杜飞，用黑科技打造了一支超级无敌女军团。天啊，这是你设计出来的？这款战车不同于任何一款履带战车，目前还没有问世。4大美人脸眸放光，激动不已。联邦的最新款履带战车跟陆地王战车相比，那就是弟弟，尤其是全方位防御机炮，完全不怕隐身异兽的攻击，我都爱死了。是啊，团长，你确定能造出来？不然呢？团长，你要知道咱们账户上仅有几万小时啊。先不说需要车间和机械工具，仅仅是配件和原材料就需要一大笔费用。我们那几万小时还不够建造一个车间的，更别说各种精密仪器和机械工具。经一提醒，甘婷、夏颖、孙小倩3人热度顿解，脸上写满无奈。把弹药库清理一下，可以改成车间。各种工具我来想办法。至于配件和原材料，我们可以自己制作。这里有各种配件的图纸，大到发动机，小到螺丝钉。原材料可以购买别人不要的东西，比如废弃的电路板、集成模块、废钢、废铁等。我想这些东西应该不贵。几大美女张大嘴巴，像看怪物一样盯着杜飞。呀，还可以这样玩啊？你确定能行吗？好你个冰美人，竟然用怀疑的眼光看我！告诉你，我是男人，懂吗？没有不行，只有更行。眼下我们时间紧迫，只有15天，只能先把我们的那2辆装甲车改造成这款战车。通信设备和武器方面要辛苦你们了。什么？15天就能造2辆出来？团长，只要能造出来，我们不怕辛苦。是呀，一定会全力配合，一切听你的。别说2辆，能造出来1辆都欢天喜地了。可惜我等不到试车那天了，多么希望能在有生之年亲自驾驶一下这种战车。放心吧，你会好起来的，别忘了咱俩打的赌。见夏颖那副模样，柳若冰急忙岔开话题。密银子弹还能多造一些吗？应该能，不过等会咱们要去山上看看，距离我们最近的联邦据点有多远？不到20公里。那里有没有废弃物品出售？有，我知道，那里有一个废旧物资交易市场。那就好，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团长，指挥车和运输车恐怕用不成了，现在咱们只剩下2辆山地摩托。摩托也行，你们3个跟我一起去。夏颖，你留下，安排人手把弹药库清理出来。我乖。好的。
先带我去山上看一下。尽管他们不知道都飞要去山上看什么，总之从这一刻起，一切以这个小男人为中心就是了。师座，您不是说不用给他们拨款了吗？怎么一次性拨过去6万小时？一直不用儿，鱼儿怎会上钩？女子野战团大获全胜的消息惊动了上峰，他老人家可是冲我发火了。这次若是再办不好，老子怕是乌纱不保，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6万小时是他们的买命钱，安排下去，多拉几支杂牌军垫背。我要让女子野战团那帮余孽在天一眼的监管下，名正言顺的化成炮灰。是，师座高明，这次女子野战团绝对死无葬身之地。是了，杜飞停下脚步，打量着眼前布满紫星的崖壁，他内心狂喜。果然，那些密银矿石就是从这里冲下去的。柳若冰三人也看出了端倪。团长，那些岩石上的紫星星，莫非就是密银矿？没错，这里是一个储量非常庞大的密银矿。密银矿，天啊，这是真的吗？太好了，咱们发财了！有了这座密银矿，女子野战团注定要腾飞了。那是联邦军区的侦察无人机。我想这架无人机应该是48师的，他们肯定是想监视或打探我们的情况。那架无人机什么情况？那是什么妖兽？还能飞？那是1级隐身异兽，它们有一种习性，一般只攻击对它们造成威胁的强敌。每次攻击目标后，会消耗大量的能量，得到补充后才能发起2次攻击，因此很少去攻击弱小的目标。尽管如此，柳若冰三人还是紧张地把杜飞护在了中间，直到确认那只1级隐身异兽远去，他们这才松了一口气。好东西，甘婷，通知下去，把那2架无人机弄回去。是，明白了。拜拜了。你行不行？放心，我是男人，我必须行。哎呦，男人都这么坏吗？瞬间，杜飞感到浑身酥麻。柳若冰意识到之后，赶紧往后挪点步。哈，压压拍，什么老司机，这分明就是一个菜鸟，好不好？柳若冰担心被甩下去，他也顾不得矜持了，一路上死死抱着杜飞的腰。杜飞能感觉到柳若冰身上传来阵阵热浪，以及他心脏砰砰的悸动，这让咱初哥浑身肌肉收缩，血脉喷张。这里是联邦83号据点，请支付您的停留费，每人支付100小时，可停留3小时，支付500小时，可住宿1晚。我们4人选择停留3小时。支付成功，3小时之内，可在联邦83号据点自由活动，不得寻衅滋事。停留超过3小时，将视为恶意入侵。团长，你怎么不下车？嗨，我歇一下，有点晕车。你们先看看有什么材料，打听一下哪家便宜。穿越成最强指挥官的杜飞，用黑科技打造了一支超级无敌女军团。我可是第一次听说有人骑摩托也会晕车啊！团长，你的表情怎么看上去有些怪怪的呀？若冰姐，你的脸怎么这么红呀？2个小妮子，忙你们的去。真搞不懂你们，我们走吧。杜飞尴尬万分，柳若冰已经猜到他根本就不是晕车。那你慢慢回味吧。杜飞没有理会他，抬头看向天空。哇，好多星星，月亮好圆啊！亲密值+1。啥情况？不晕了，走吧。团长，想要买到废旧物资，还需要跟那个管理员交涉，不然不让交易。哦，小鬼难缠啊。这位是我们女子野战团杜团长，我是这交易市场的管理员胡三。你们需要多少废弃物资？越多越好。这个我帮你查一下。杜团长，我已经查到了，要不要我带你们过去看看？谢谢你，那就带我们去看看吧。胡三没有理会甘婷，而是面带微笑地看着杜飞。辛苦胡老哥了，带我们去看一下。600小时，这小子真大方啊！都是为人民服务，不辛苦不辛苦。杜团长，你们请随我来。杜团长，你看看这堆行不行？杜飞眼睛一扫，不禁暗暗欣喜。好家伙，生锈的发动机，报废的机器人铠甲，线路板、集成模块、旧电脑、沸腾废铁等等，这一大堆各种各样的东西，足足有几百吨啊！佯装道：“胡老哥，你要知道，我们是用来做围墙的，能用的太少。”杜团长，实不相瞒，我和这商贩有点交情，他也是急于出手。如果杜团长能要走一部分的话，价钱好商量。杜飞听罢，心里一喜，600小时没白花呀。胡老哥都已经交心了，也算是咱俩有缘，让商贩过来谈价格吧。老哥替他谢谢你了，我马上联系他。刘大宝在哪呢？通讯器里传出来一些不堪入耳的声音。
你小子赶快来你的破烂场地，老子给你介绍了一单大生意。什么大生意？我马上就到。你他妈饭都吃不上了，还去社交营满？牛大宝，这位是杜团长。杜团长好，你这堆废料开个价吧。你要多少？这样吧，看在胡老哥的面子上，如果价钱合理，我就全要了。哇，全要了！哇，好多提成啊！听见没有？杜团长说的是全要，你小子报价可不能狮子大开口。不会，价格绝对合理。这堆物资大概有300多吨，按理说没有5万小时拿不下来。这样吧，既然胡哥出面，我就给你个合理价，3万小时。胡老哥，你这位朋友不愧是商人啊，要不你带我们去别的地方转转？牛大宝，再便宜一点。哎，价格报低了呀。杜团长，那你能出什么价？15000小时。不行，太低了。这样吧，我们的营地离此不到20公里，货送到那里，给你5000小时，货到付款，一次付清。你还信不过杜团长？就这么说定了，赶紧安排装车。牛大宝脸上露出死了亲爹的表情，向杜飞要了野战团营地坐标后，便离开安排车辆去了。团长太棒了！现在明白那600小时的作用了吧？杜团长，接下来还有什么能为你效劳的？我们还需要购买一批生活物资。哎呦，这么多，办成了，又会有不少提成啊！杜团长可真是大手笔啊，这些都包在我身上，价格绝对让你满意。那就麻烦胡老哥了。完了，咱们团又变穷光蛋了。你个管家婆，别唠叨了，少买点吧，咱们的木薯和野菜还有一些。以后不要再吃那些东西了，现在全团一个个营养不良，需要吃点好的，营养跟得上，身体才变棒。可是这质量也太高了。放心吧，我有把握让全团天天吃上精米白面。团长，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好儿，你真决定卖掉车辆和设备，咱们真要散伙了吗？现在咱们没吃没喝，连容身之地都没有，还能有什么办法？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弟兄们活活饿死吧？这2辆车和物资应该能换一些时间，不管换多少，到时候大家平分，各奔东西吧。老伙计，弟兄们已经到了绝境，对不住了。言语间充满了感伤，就像是在对着自己的亲人诉说一样。这位老哥，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不用慌，我是复兴军区女子野战团团长杜飞，不知老哥怎么称呼？长官，我叫陈远山。陈远山，有点像啊。陈清河，你可认识？他是我哥。长官，你怎么知道他？我自然知道他。说起来，我还得喊你一声叔。我哥现在过得怎么样？一切都好，不必担心。陈叔，我刚才听到你准备卖掉车辆和设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事情是这样的，山上的密银矿需要开采，正好缺一帮工人，这可真是瞌睡遇见枕头啊！说起来还真是巧了，实不相瞒，我们营地有一个矿场正准备开采，目前想招募一批矿工，陈叔要不要考虑一下？没什么好考虑的，只要有口饭吃，能有个地方收容我们就行。那就好，条件可能暂时有点艰苦，到达营地后，我让人给你们安排。行，那就这么定了。等这边物资采购完毕，就随我们一起回营地。吴老哥，我想再跟你打听一件事情。兄弟，有什么事你尽管说。据点能不能和复兴城内进行通信？我想了解一下家人的情况。无法通信，这样吧，你把他们的姓名和地址留给我，我打听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告诉你。那就麻烦胡老哥了，随后另有重谢。老弟无需客气。团长，都已经采购完毕，回营地。你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没什么。我去你房间换件衣服。换衣服？莫非他也晕车了？穿越成最强指挥官的杜飞，用黑科技打造了一支超级无敌女军团。团长怎么还不来呀？急什么？团长在换衣服。若冰姐给团长买了一套军装，很帅气的那种。团长本来就很帅，好不好？穿上军装，妥妥的男神啊！哇，好期待哦！男神也是你叫的，没看到若冰姐刚才横了你一眼吗？都学学我，想的话就在心里或者梦里，你们懂得哦。几个骚蹄子再乱说话，看我怎么撕烂你们的嘴！好帅哦，太帅了！怎么可以这么帅？受不了了，我要晕过去了。所有女兵表情痴呆，她们感觉快窒息了，有人流出了哈喇子，有若冰也是愣愣出神，凌乱在风中。声望值加10，声望值加10，亲密值加1，声望值加10。脑海里系统提示音接连不断的响起。这套军装很合身，谢谢。我有若冰回过神来后，这才意识到杜飞是在和他说话。不用谢，那个甘婷，让所有女兵集合。杜飞目光扫过所有女兵，一个个昂首挺胸，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接下来我们要大干半个月，你们的付出不仅决定着青川遗址战役的胜利，更是女子野战团迈向美好未来的第一步。甘婷，你负责将能够用得上的通信设备材料分拣出来，2号车间归你使用。是。孙小倩，你负责分拣武器弹药的制造材料，1号车间归你使用。是。宋佳，你负责全团的基建管理，尽快将纯净水输送到生活区和矿区。需要什么工具，可以去3号车间制作。是。夏颖，你负责组建一支特战队，狩猎附近的光阴兽，在这期间要保证全团的生活开支。是。团长，怎么不给我分配任务呢？你的任务很重要，跟我去矿区提炼秘银。真的吗？我一直都很好奇秘银是怎么提炼出来的，没想到团长居然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来做。亲密值+5，之前都是1点亲密值，现在已经是5点起步了。看来彼此间越熟，产生的亲密值越高啊！这些矿石秘银含量不错，咱们要开始工作了。这一瓶给你。这里面是什么？这是用来提炼秘银的专用溶剂，我做一个示范，你好好看着。这就是秘银，这溶剂也是你研制出来的，太神奇了！你试试。好，这就提炼成功了，这么简单。他一个刚过18岁的大男孩，怎么就这么厉害？这就是天才！妖孽，报告，什么事？夏颖快不行了，甘婷他们正守在医务室，问你要不要见他最后一面。昨天还好好的，传我命令，康复池火速安装设备进行调试，我马上到。是，团长。若冰姐，没想到夏颖姐她这么快。他遭受的辐射是致命的，该来的总会来。柳若冰眼眶里满是泪水，抬头看向洞顶，可眼泪还是顺着脸庞流了下来。在女子野战团中，夏颖是一名出色的指挥员，是柳若冰的好帮手，更是她亲密无间的好姐妹。昨晚夏颖姐还好好的，想不到都是这该死的辐射。她昨天还跟我说，她一定要坚持到团长制造出履带战车。是的，她还在鼓励自己，希望能第一个驾驶新战车。医务室外面，女兵们一个个抹着眼泪，一声哭泣。夏颖啊，现在什么情况？在里面，医务兵正在抢救。都不要哭。夏颖，坚持住，别忘了咱俩还有赌约的。他现在什么情况？夏颖已经休克2次了，情况怕是……能不能拖上一段时间？如果把咱们所有的抗辐射针剂和药物全部用上，也只能让他坚持2小时左右。好，只要能拖上2个小时，我就有办法救他。想尽一切办法，一定要拖2个小时。好。苏宁儿望着杜飞的背影，愣了2秒。我听到了什么？团长这话是什么意思？要知道，夏颖的辐射属于晚期发作，根本就无药可治。团长居然说有办法拯救他。宋佳，不要哭了，跟我走。尽管不明白喊他做什么，但还是快速跟随杜飞而去。团长这是要干什么？不知道，相信他吧。穿越成最强指挥官的杜飞，用黑科技打造了一支超级无敌女军团。宋佳，把蒸馏装置放进右边的凹槽里，连上主机的接口。是。杜飞面前摆放着一张组装图纸，正在争分夺秒地指挥着。宋佳带领着紧张地进行安装工作。团长，收到请回复，收到请回复。什么情况？夏颖最多只能再坚持10分钟。现在立刻把他抬过来。是。康复池所有设备已经安装完毕，杜飞松了一口气，就剩最后一步，启动主机了。系统打开科技库。打开成功，恭喜宿主使用100声望值兑换1枚能量晶石，迅速放进主机能量槽内。池里和池壁的多个出水口涌出丝丝白雾，碧蓝色的康复液开始潺潺流出。柳若冰等人美眸瞪大，惊讶地看着这神奇的一幕。池水开始变清澈了。团长，这是什么？这是康复池，那些液体是康复液。把它交给我。迅速把夏颖婷放在池水里，让池水漫过她的身子和脸庞。团长，难道这池水能救夏颖？杜飞没有理会他，而是皱眉观察着夏颖，同时也在感受着自己身体的变化。科技库里介绍康复池的功效如何神奇。说实在的，此刻他多少有点忐忑，毕竟这是第1次实验。什么情况？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不起作用吗？正当感到迷茫和紧张时，辐射消除5%，辐射消除5%，辐射完全消除，体质+1。卧槽啊，有效果，真有效果！不仅完全消除了辐射，并且还增强了几点体质。夏颖遭受的辐射也在消除中。
体质增强已达上限，需消耗后可继续增强。途中，夏颖原本面无血色的脸庞开始变得红润起来，呼吸也由急促慢慢变得平缓。她睁开了双眼，当看到自己躺在杜飞怀里的时候，团长，我没死。苏宁儿用机能检测仪对着夏颖身体各个部位连续检查了好几遍。天啊，这怎么可能？真不敢相信夏颖没事了，她遭受的辐射竟然完全消失了。团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这池子里的水治好了她？宁儿，你确定夏颖完全被治好了吗？确定，我非常确定。你看看，她的身体机能各项指标超正常，健康率100%，也就是说，夏颖现在比我们任何人都健康。我的天啊，这也太神奇了吧！妍宝，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我感觉太爽了，尤其是被团长抱着的感觉。说完，他扬起脸看着杜飞，美眸露出感激。太好了，死丫头，还不快谢谢团长？对呀，团长，谢谢你哦。我记得某某人好像跟团长打过赌的哦。可不是嘛，亲一个，亲一个。颖宝，亲一个。迫于无奈，迅速在杜飞脸上蜻蜓点水般亲了一口。亲密值加5。不行，亲脸不算。我们要看亲嘴，对，必须要搅在一起，扯丝的那种。一群骚蹄子，你们可真坏，不要得寸进尺。怎么可能？我从来没有亲过任何一个男人的嘴，更何况还要扯丝的那种。怎么这么默契呢？这可不像我们颖宝的风格啊！是啊，颖宝，快点吧，你到底行不行啊？女兵们不依不饶，纷纷催促。来，你们行你们上耶！谁打我屁股？咦，团长你好坏哦！团长，这池水太神奇了，您能说说有什么功效吗？这是我研发的康复池，可以消除辐射，治疗各种伤痛、疾病。经常泡还可以增强体质啊！这么多功效，比光阴联邦的抗辐射浸泡池还要强大100倍啊！我觉得有了这康复池，如果我们再拥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实现长生不死。不，应该是长生不老，青春永驻。太好了，以后我们可以青春永驻，长生不老了。此时此刻，所有女兵激动的心尖颤抖，感觉就像是在做梦一样。团长，这康复池里的康复液会不会用完？不会，消除辐射后的康复液会蒸发掉，同时新的康复液会自动补充进来。超行，正好账户上没时间了。这么说，我们卖康复液岂不是要发大财了？你有这种想法固然不错，但要明白怀璧其罪的道理。等我们变得足够强大，我让你天天守着康复池收时间。团长说的对，我再重申一遍，女子野战团的所有事情绝不能对外界泄露半个字。从现在开始，一切以团长为中心，听话照做，服从配合，都记住了没有？记住了，听话照做，服从配合。从这一刻起，所有女兵不仅真正看到了生存下去的希望，更是对未来征战星空的憧憬。这只是一个小型康复池，暂时先用着，随后我们会建造更大的。现在可以安排大家分批下去体验了。不过记住了，脱掉所有衣物下去泡，那样效果会更好。体质强化了5%，才分初级、高级、超级。这手有点痒啊，要不尝试一下这初级强化5%的威力？我操，只是初级强化5%就这么生吗？那要是达到超级强化，把这帮女兵也进行一次体质强化，那岂不是无敌的存在了？未来可期。系统打开科技库，打开成功。猎食者隐身无人机反重力装置，全方位侦测，人工智能程序，可携带多种攻击武器，可综合控制。隐身状态下可干扰或窃取敌方通讯，可对空中、地面、海面目标进行精准打击。主材料：密银或震金。能量晶石不错，杀敌于无形，千里之外取敌方首级，正好可以拿库房里那2架报废的无人机来改装，省时又省力，就你了。恭喜宿主使用1500声望值兑换一份猎食者隐身无人机设计图纸，震惊100亲密值。目前亲密值不够，只能用密银做主材料了，得想办法多弄一些亲密值了。什么图纸？我看看。这些图纸你可能看不懂，这是隐身无人机的核心装置和反重力装置图。我说呢，怪不得看得我一头雾水，原来是无人机。什么无人机？还隐身的？这是猎食者隐身无人机，这几天应该能和陆地王履带战车一起造出来。我的天啊！这么说我们以后也拥有无人机了？可不可以给我讲一下这款无人机的性能？可以。
这种无人机真有你说的那么厉害吗？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联邦规定，军团之间不得发生冲突，否则挑事的一方将被视为反人类。柳若冰不明白杜飞为什么会忽然转向这个话题。是啊，这原本就不公平，却也是无能为力的事情。我要说的是，这款无人机还有一个逆天的功能，它能瞒过光阴联邦的天眼。什么？猎食者隐身无人机可以不受天眼监管？你该不会是想……之前遭受的屈辱也就算了，但一直受欺负，咱们还一下手，不过分吧？柳若冰握住粉拳，眼中不由自主露出恨意。你想用这种无人机对付48师团？48师团只是一个开始，最终计划是针对吴大贵。真的？柳若冰对吴大贵可谓是恨之入骨，他的父母都被吴大贵所害，没想到他的计划竟然是对付吴大贵。我谢谢你。不用谢我。杜飞抬头陷入了沉思，柳若冰内心也是思绪万千。吴大贵在光阴联邦可是中层人物，先不说他手里掌握着3个师团，仅是家世背景和盘根错节的关系，其实一般人能够撼动吗？眼前这个男人为了自己竟然计划着去对付吴大贵，他是不是喜欢上我了？你在想什么？想老爸和妹妹。你倒还好，最起码还有亲人可以挂念，他们现在生活在复兴城，应该很幸福的。情况不容乐观啊，吴大贵估计不会放过他们的。什么？吴大贵？你们家惹上他了？原来对付吴大贵是为了他自己。柳若冰呀，柳若冰，你真是自作多情。是啊，我老爸搞上了吴大贵的夫人，事情败露了。原来如此，其实你也不用太担心，复兴城有居民保护机制。再说你老爸是立过功的人，他们不会有事的。走一步看一步吧，自古奸情出人命，不信去问西门庆。你说什么？哦，你听不懂的，把这图纸给孙小倩，让她务必在青川遗址任务前改造出来。是。这就是咱们的陆地王履带战车和无人机吗？武器装备很齐全，很霸气呀！我们这可是密银履带战车，各种性能远超联邦的最新款战车，最少能卖100万小时。哇，这么值钱！甘婷姐，那咱们的无人机呢？无人机可就更厉害了，是咱团长用纯密银打造出来的，给多少时间都不卖。那这2架无人机的性能呢？性能，哈哈，暂时保密。全体指战员就位，现在开始调试陆地王履带战车和猎食者隐身无人机。应视仪启动正常，预警仪防窃闭通讯启动正常，各种武器装备启动正常。汇报战车运行状态。报告，1号陆地王启动正常，各项数据运行正常。待命。报告，2号陆地王启动正常，各项数据运行正常。待命。开启全方位防御系统，机炮、机枪、加特林进行一轮测试。收到。报告，机炮杀伤力范围达6000平方米以上，机枪加特林精准命中300多个目标。报告，指挥系统、加密通信系统、车速、武器装备等综合数据测试正常，完全可以投入战斗。很好。此时此刻，杜飞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下了，稳稳地呼出一口气。甘婷，收到，请回复。甘婷收到。接下来看你的了。是团长。缓重力装置全方位侦测，人工智能程序启动正常。综合组织隐身状态下依法窃取敌方通讯启动正常，各种武器装备启动正常。此刻，杜飞心里暗暗惊讶，连他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这特么的是真隐身啊！我本以为只是能够屏蔽雷达探测，没想到竟然能够屏蔽视野，让人完全看不见。不愧是黑科技，怪不得系统介绍说不受天眼监管。甘婷，现在无人机在什么位置？报告团长，在你头顶5米处，呈悬浮状态。我操，在我头顶5米处，要是敌方飞机的话，那我这个团长不就嗝屁了？团长，确实如此哦。好家伙，竟然连声音都没有！命令猎食者隐身无人机开始测试。是团长。报告，武器装备等各项数据正常，目前高度6729米。天啊，时速9100公里每小时，达到7倍音速，太棒了！怎么有3个红点？调转机身追上去。报告团长，有情况。什么情况？东经117度，北纬43.9度，发现3至2级隐身异兽，是否击落？
现在无人机状态如何？无人机状态良好，正处于他们右侧30米处半飞。那3只沙雕毫无察觉。允许击落，正好测试一下无人机的武器装备性能。好的，亲爱的团长，微型导弹、榴弹、机炮、加特林，我选哪样呢？看把你嘚瑟的，自己做主。OK， 就你了，吃我一炮。击杀2级光阴兽获得3576小时，编外女子野战团储存卡进账3576小时。获得的所有时间全部进团里储存卡了。报告团长，击杀1只2级隐身异兽，获得3576小时，而我们直接进账3576小时。猎食者隐身无人机不受天眼监管，击杀光阴兽获得的时间自然避开了光阴联邦20%的抽成。妈耶，还有这好处，有了猎食者隐身无人机，再也不受那帮龟孙们的剥削了。好丑陋，代表团长消灭你。击杀2只2级光阴兽，编外女子野战团储存卡进账7713小时。报告团长，猎食者隐身无人机测试完毕，各项数据正常，可以投入战斗。很好，不必降落，回归营地领空，悬浮待命。 OK， 团长好，陆地王履带战车和猎食者无人机测试成功，测试效果非常好，大家辛苦了。夏颖，你是一名优秀的指挥员，你觉得我们的战车比光阴联邦的战车孰强孰弱？团长，这款陆地王履带战车太牛了，行动敏捷，操控灵敏，通讯质量和侦测视野非常清晰，威力是其他军团的几倍以上。联邦的最新款履带战车跟我们的相比，那就是孙子和爷爷的差距。我们的战车无敌的存在。这都无敌了，就这也让你们高兴成这样？哼，10辆陆地王战车换我的1架飞机，我都不换。我现在要是说，你们头顶正悬浮着2架看不见的大杀器，恐怕得把你们的下巴惊掉。那2号陆地王履带战车就归你了。太好了，谢谢团长。团长，1号陆地王战车我就不说了，2号你给了引导，那我呢？你是个大功臣，1号战车的独立控制室已经给你留好了位置。啊，我喜欢操作火力猛的战车上去硬刚好不好？让我去操作毫无战斗力的无人机。好吧。看不起无人机吗？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报告，什么事？48师发来清川一支任务的部署方案，并说其他军团已经开始行动，督促我们做好战前准备，3天内到达阵地。说一下48师的部署方案。是，团长：1. 这次狩猎场共分为东、西、南、北10个大阵地。2. 汇报完毕。混蛋，竟然把我们的阵地设在平原上！我就知道48师没安好心，他们让咱女子野战团处于暴露地段，目的就是吸引光阴兽。48师实在是太不要脸了，这是明目张胆的让我们当炮灰。那就如他们所愿，谁当炮灰还不一定。保我命令，全体整理装备，10分钟后出发。是。穿越成最强指挥官的杜飞，用黑科技构建了一支超级无敌女军团。什么情况？报告，前方3岔路口有2个军团设置了路面障碍，可能需要交涉。明白了。这里是飞鱼军团和天狼军团的防线，速速绕行。我们是复兴军区编外女子野战团，负责驻守东线3号阵地，请求放行。女子野战团算什么东西？你们是眼瞎了还是耳朵聋了？需要我再说一遍吗？这里是飞鱼军团和天狼军团的防区，一律不得通行。你们怎么可以骂人？太不讲道理了！柳若冰和夏颖气得牙痒痒。很显然，这种被人欺负的现象之前没少发生。飞鱼军团和天狼军团很牛吗？这2个军团跟我们一样，也是编外军团，向来蛮横霸道，他们的行径跟土匪没什么区别。不过他们在天眼战力榜上排前5万名，比我们要强很多。嘿，什么东西？48师的走狗，编外军团的败类。我是女子野战团团长，我们奉48师之命前来驻守东线3号阵地，不让通行。如果贻误战机，你们几个能否承担得起？几个士兵一愣，这才打量起杜飞。怎么冒出来一个男团长？这小子长得居然比女人还好看。我们上峰有令，防区重地，无论是谁都不得通行。那就把你们的上峰叫过来，否则我就致电48师。见杜飞态度强硬，又拿48师施压，几个士兵不敢再蛮横，开始向上峰汇报情况。什么事？我们是女子野战团，请求通过贵军团防区进入3号阵地，希望贵军团放行。呵呵，我们的防区不会随便让人通行的，明白吗？你们可以从山脚河谷那边绕过去。刚才是谁说的贻误战机？你们若不按时到达阵地，那才是贻误战机，还是赶紧绕吧。你们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怎么了？别给脸不要脸，赶紧有多远滚多远！没听见让你们赶紧滚吗？难道你们区女子野战团还想挑起事端？这就是你们复兴军区指挥官的素质。他脸上堆着菊花般的笑容问道：请问您是？圣战军区56师铁血旅旅长楚正雄。哎呦，原来是圣战军区的楚旅长啊！失敬，我们可是早就听说过您的威名。人的名，树的影，圣战军区56师的铁血旅，在天眼网战力榜上可是排名前1万，实力绝对不是盖的。一旦战斗打响后，遇到危急情况，说不定还要找他们求援的。楚旅长，请问贵军驻守的是几号阵地？1号阵地。楚正雄似乎对这2个指挥官的谄媚态度有些反感。旅座，我们要抓紧时间赶到阵地部署防线，还不赶快给铁血旅放行？楚旅长您请。小兄弟，你们是哪个军团？编外女子野战团。先头部队？不是全团。哦，什么？这也算一个军团？真怀疑复兴军区是不是没人了，竟然派一个小分队来驻守阵地。这要是战斗打响，这点人还不够凶兽塞牙缝的。小兄弟，只能说你们勇气可嘉呀！呵呵，来都来了，军令如山吗？你们令我很感动，让我想起了年轻的时候。走吧，跟我们一起过防区。楚旅长，实在不好意思，他们没资格通过我们的防区。没错，我们只对楚旅长您的军队放行。一瞬间，楚正雄脸色铁青，很想发火，但又觉得不妥，毕竟这是复兴军区内部的事情。这样吧，这是我铁血旅的通讯频道，如果遇到危急情况，你们可以向我军求援。感谢楚旅长，你们也一样。这是我女子野战团的通讯频道，如果遇到危急情况，也可以向我军求援。小伙子很有意思啊，那就祝你们好运。你们也一样。楚旅长，您请。王八蛋，咱们怎么办？甘婷，能绕过去吗？山脚那里是一片干涸的河谷，需要清理几块塌方的石头，问题不大。留一架护卫车队，另一架去查看一下咱们阵地的情况，选好可以构筑防线的驻扎点。是。天狼军团和飞鱼军团是吧？咱们走着瞧，不必和他们生气。上车，咱们绕过去。你不许看。那个，这次任务48师团3个旅都出动了吗？是的，据说师长刁德奎亲自督战。哦，明白了。看你这样子，准没憋好屁。怎么说话呢？甘婷，查一下48师团所有的军事部署，另外找出他们的师部指挥中心。是。除了几个地势较高的小土丘，其余一马平川，整个阵地一目了然。全团出战90人，这种地势没法不防。柳若冰4人望着阵地，一脸抽搐，两手一摊，干脆一起看向杜飞。别多愁伤感，这样容易变老哦。呀，你还笑得出来？这阵地你也看到了，现在怎么办？别忘了，咱们可是密营弹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命令：1，把驻扎点设在土丘后方，土丘右侧，以陆地王战车为头，弹药车为尾，5辆车呈 V 字形排列。2，宋家在土丘上整理出机枪和榴弹炮的安放点。3，空中咱们有无人机，南面有铁血旅，北面有天狼和飞鱼2个军团，咱们只要守住西面就行了。是，团长。甘婷，说说48师和整个狩猎场的部署情况。是，48师师部指挥中心设在西北方，处于雷霆和闪电2个机动旅中间。青川遗址内部是什么情况？青川遗址内，光阴兽大多为 LV3级和 LV4级，可能感知到了危险。现在盘踞着的光阴兽和变异兽已出现骚动。从现在开始，1号无人机时刻监控48师指挥中心，等战斗打响后按原计划进行，注意及时补充无人机弹药。是，团长，刚刚突然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什么现象？2号猎食者隐身无人机靠近青川遗址内部时，出现短暂的信号中断，信号中断2次，分别是0.3和0.6秒。先撤回来，负责我方领空防御。是。究竟是什么东西能够干扰到猎食者的中枢系统？看来青川遗址内部不简单，得防着点。楚正雄站在沟壑旁，注视着青川遗址方向。这将是一场硬战。吕奏，您觉得明天复兴军区的48师能否大获全胜？不好说，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没有定数。战斗没结束，谁都不敢说会笑到最后。青川遗址 LV4级光阴兽不在少数，几百年来没有清剿，指不定里面盘踞有大家伙。大家伙，高阶光阴兽嘛，有点小期待呀。吕奏，48师口碑并不怎么好。再说您既然清楚青川遗址的情况，为何还要接下他们的任务？呵呵，等你成家立业后就知道了。你哪里知道，我女儿即将18岁，30年的时间要交吧，家里5个老婆要供养吧，其中2个老婆马上就要临产，奶粉钱要挣吧，我也是囊中羞涩。对了，今天遇到的那支小分队在我们什么方位？位于我们右侧10公里外的3号阵地。我觉得那小子精气神很足，未来不可限量。明天战斗打响后，火力偏向右侧一些，替他们挡一下。是，我立刻安排下去。这是1号无人机拍摄的视频，大家好好看看。
只见刁德奎看着手腕上跳动着的7位数时间，很是享受。听听，多么美妙的声音啊！如此完美的计划，却是用来对付一帮蝼蚁，想想可真是委屈本师长啊！传令，明天12点发起攻击后，雷霆女和闪电旅按兵不动，命飓风旅首先攻击青川遗址正东方，打开缺口后，其余2旅集中火力把光阴兽逼向东线阵地，等完全沦陷后，我军以支援为名，无人机炮火覆盖，即便有剩余余孽，也会被全部炸死。是，师座高明。呵呵，都看到了吗？卑鄙无耻，太恶毒了！团长，我们一定要以牙还牙。放心，一切尽在我的手掌中。穿越成最强指挥官的杜飞，用黑科技打造了一支超级无敌女军团。各军团请注意，各军团请注意，我48师将在10秒后发起主攻，你们负责歼灭外逃的光阴兽和变异兽，请务必坚守各自阵地。10、9、8、3、2。什么情况？李思广，你们闪电旅的脑袋被驴踢了吗？妈蛋，不是我们，他妈的老子一枪未放，妈的，见鬼了！不好，兽群冲向师部指挥中心了，千万不能让师部受到威胁。都他妈给老子顶住，把他们给老子打回去！师座，我们怎么办？你们待命，等老子这边的情况解决了再说。这就开始了。是啊，主战场是西北方向。不愧是正规军团，刚开始就打这么猛。没想到我们竟然是来打酱油的。守好自己的阵地吧。想不到啊，48师的2个旅能够身先士卒，着实令人刮目相看。48师的火力好猛啊！他们真有钱，就这一会儿打出去的炮弹怕是有30万小时了吧？这瓜真甜，嘿嘿嘿！不要小看了48师，这对他们来说也只是毛毛雨。没看到刁德奎手腕上跳动的一连串时间吗？那可是近1000万小时啊！眼馋啊！团长，我们好穷啊！你也眼馋？团长，来，吃我这块西瓜子，我已经帮你取好了哦。哼，就你会献殷勤，团长，来，我喂给你吃哟。此时此刻，此情此景，这特么是来打战的，分明就是一枚渣男带着一群妹子出来打野战的。西北方的战火逐渐消停，兽群被压了回去。卧槽，什么情况？48师这是搞什么飞机？警戒，警戒！东方阵地指挥官们还没有反应过来，黑压压的 LV3和 LV4光阴兽如潮水般涌向他们。更加令人费解的是，天空出现几10架轰炸式无人机，无数颗炸弹。这时突然，天空中出现一大群隐身异兽。不好，快收回无人机！命令还没来得及下达。48师这波损失不小啊！从现在开始，所有频道保持畅通，准备战斗。是。夏莹姐，全都是 LV3和 LV4光阴兽，好多啊！是啊，入伍8年以来第一次碰到。夏莹手心微微冒汗，深吸一口气，保持冷静。来吧 ，LV4光阴兽，让你们见识一下老娘的厉害。铁蟹旅那边战斗已经打响了，各单位注意，兽群10秒后进入射程范围，全体待命，务必把兽群阻挡在500米以外。是。这是杜飞长这么大第一次指挥战斗，难免有点激动。所有女兵热血沸腾，战意盎然。1号陆地王战车已锁定左前方，范围1公里。2号陆地王战车已锁定右前方，范围1公里。所有步兵目标正前方，已就位。很好，3、2、1，开火！开火！开火！天眼消息：击杀 LV3光阴兽获得5106小时，光阴联邦抽取20%，编外女子野战团储存卡进账4085小时。天眼消息：击杀2只 LV4光阴兽获得13294小时，税后编外女子野战团储存卡进账10687小时。女子野战团储存卡余额接连不断的跳动，进账速度快得惊人，好刺激，好疯狂啊！
这仗打得太过瘾了。他们再一次见证了1银子弹的巨大威力。报告团长，兽群后方出现2只 LV5光阴兽，似乎正在指挥兽群撤退。居然还有 LV5光阴兽，那应该是首领级别，他们可不傻，先不要轻举妄动。老娘还是第一次遇见 LV5光阴兽，这种家伙也不知道一炮能不能干死他。炮可惜离得太远。LV5光阴兽指挥着兽群开始朝着左右两侧退散，如此一来，铁血旅阵地、天狼军团和飞鱼军团的阵地顿时吃紧。报告团座，前方兽群数量突然剧增，阵地压力巨大。兽群增加了多少？增加有3倍以上，这样下去要不了多久，咱们阵地怕是也会沦陷。团座，前沿阵地已经失守了。一群饭桶，这么快就顶不住了。端木兄，我建议还是赶紧向铁血旅求援。团座，飞鱼团长说的对，再不求援的话，恐怕连指挥部都保不住了。我们前沿之所以顶不住，是因为兽群里出现了2只体型很大、能爬行、能直立行走、速度超级快的光阴兽。还有这种光阴兽，咱们不是有加强型远程穿甲弹吗？你们是猪吗？难道不会给老子打？团座，你有所不知，穿甲弹打在那种光阴兽的鳞甲上，全都变得稀碎，就跟挠痒痒没什么区别。关键是还惹恼了那种光阴兽，它好像能够指挥和鼓舞兽群，随便吼2声就能让兽群的狂暴程度膨胀好几倍。丹木兄，我知道了，那是 LV5光阴兽。什么？你确定是 LV5光阴兽？我确定，之前的黑龙军团就是遇到1只 LV5级光阴兽，全军覆没了。还是赶紧向铁血旅求援吧，晚了可就来不及了。黑龙军团他可是听说过，想当年在边外军团中首屈一指，实力不输正规军团的机动旅。火速查一下铁血旅的通讯频道，尽快给我接通。是。团座接通了，呼叫铁血旅，呼叫铁血旅，收到请回复。铁血旅收到，哪里？什么事？那个，我们是贵军的友军天狼军团，现在我们阵地损伤惨重，情况十分危急。不是我军无能，而是阵地上出现了2只 LV5光阴兽，目前我军阵地即将失守，恳请贵军能够给予救援。我们铁血旅阵地出现3只 LV5光阴兽，情况也比较吃紧，抱歉。报告团座，兽群冲破阵地了，再有10分钟就到达指挥部了。团座不要慌，时间还来得及，属下已经找到一条可以安全撤离的路线了。你确定有安全的退路？是的，团座你来看，从这里向左15公里，可以直接到达山脚下的河谷。咦，怎么那里连1只光阴兽都没有？是啊，团座，安全得很。我如果没记错的话，那里应该是女子野战团的阵地，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哈哈，出现这种情况再正常不过了。像我们实力如此强大的军团都守不住阵地，那帮蝼蚁估计早就葬身受缚了。飞鱼团长说的对，兽群把他们吃干抹净后，见没有威胁，自然就全部离开了。飞鱼团长和张营长分析的有道理，应该是这样的，没毛病。我端木蠢夫大命大造化大，没想到上天竟然给老子留了一条后路。传我命令，指挥部车辆有限，所有人放弃重型装备，全部轻装撤离。穿越成最强指挥官的杜飞，用黑科技组了一支超级无敌女军团。张营长，你的伤势如何？张营长受宠若惊的道：多谢团座关心，属下没事，只是皮外伤。嘿嘿，皮外伤也是伤啊，关键是你还在流血。如果带你一起撤离，血腥味会引来兽群，到时候会给我们所有人带来麻烦。不过本团长还是很感谢你，为我们找到了安全退路。放心吧，你的3个老婆和女儿，我会替你照顾好的。团座，你不能这样，团座饶命啊！刘副官，等回到军区后给上峰打个报告，张二狗动摇军心，临阵脱逃，你应该明白该怎么做吧？属下明白。刀木团长治军严明，乃我辈楷模，像这种临阵脱逃之辈，就该就地枪决。团座英明。好了，所有人上车，立刻撤离，向左侧全速行进。是。报告，后面出现紧急情况，有一波兽群追上来了。端木兄，不妙啊！不用慌，刘副官，留下后面3辆车，我们全速前进。是，属下明白。前面3辆车猛地一移，猛然加速，下一猛。怎么回事？我们过不去了。团座，不要丢下我们啊！原来端木兄早就留了一手，高明啊！呵呵，成大事者要懂得割舍，有时候不得不断臂求生嘛。端木兄所言极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回头望着即将被兽群吞噬的3辆车，嘴里附和着，心里却是暗暗吃惊。以为自己的手段就够无耻，没想到端木蠢的手段比我还要阴险毒辣。跟他比起来，我觉得自己比白莲花还要纯洁。2大美女跳下战车，来到杜飞身边，望着其他阵地的激烈战况，又看看自己这边连根兽毛都没有。我好无聊啊！
团长，击杀一只 LV4 光阴兽可是5000多小时啊，咱们为何不乘胜追击？是啊，若是击杀 LV5 光阴兽，估计能获得更多的时间。我很想找那种光阴兽试一炮。团长大人，本美女可要成为女子野战团第一个击杀 LV5 光阴兽的女神哦。急啥？皇上不急太监急，等会儿还有点事。幽怨的朝杜飞翻了个白眼，你竟然把我们两大美女比作太监？他用词不当，应该说皇上不急皇后急。你这比喻更不恰当，你想当皇后你当，你舍得。某些人心里想的什么，别以为老娘看不出来。死丫头，说啥呢？她才多大？你怎么知道她不大？难道你流氓，撕烂你的嘴啊！杜飞一脸懵逼地望着两人。团长，果然如你所料，天狼军团和飞羽军团已经溃败，目前那2个指挥官正朝我方阵地逃窜。知道了，去查看一下铁血旅的战况。是。别闹了，来，刚才说的事来了。什么事？你们还记得天狼军团和飞鱼军团吗？现在他们乘3辆车，正朝着咱们的阵地逃亡而来。你们现在应该明白，昨天我为何说不必和他们生气了吧？什么啊？天狼军团和飞鱼军团正朝这边逃过来。柳若冰和夏颖相互看了一眼，他俩眼中立刻露出猛虎般的凶光，想起昨天的那一幕，就恨得牙痒痒。难怪当时你说不必和他们生气，我还以为全团唯一的男人是个忍者神龟，原来从那时起你就开始谋划了。你个老狐狸，不对，是小狐狸。怎么说话呢？走，该咱们找回场子了。好，姐妹们，走，报仇去！快看前面，死了那么多凶兽，变异兽足足有上万只，光阴兽怕是也有上百只。是啊，全是被炸死的。快看那一大片 LV3 光阴兽，竟然被炸得稀碎，没听说过哪种炮弹威力有这么大，真是不可思议呀！天狼军团3辆车上的所有人纷纷发出惊叹。按理说，凶兽即便被炸死，他们的尸体也会很完整，而这片区域的凶兽死相却是如此凄惨，甚至就连 LV4 光阴兽的尸体也没有几具完整的。难道是48师干的？不对，应该不是。48师属于陆战军团，只有几十架无人机，并没有战斗机。就算48师有肩抗式微型导弹，那也没有这么大的威力啊！端木蠢和飞鱼团长看着眼前的一幕，两人震撼之余，觉得很是迷茫费解。什么情况？团座前方出现路障，好像是女子野战团的人。什么？怎么可能？端木蠢和飞鱼团长两人的脸上满是疑惑。女子野战团还有活人？停下！这里是女子野战团的防区，速速绕行。确实是女子野战团的人，他们怎么还活着？眼下不是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兽群马上就要追上来了，必须要让他们放行才是。刘副官，过去跟他们交涉一下。是，团座。刘副官脸色有点不自然，昨天他亲自率队阻拦过女子野战团，此刻他心里打鼓。站住！哪部分的？再向前一步，立刻击毙！别开枪！刘副官举起双手，硬着头皮说道：“我们是天狼军团和飞鱼军团，是贵军的友军，我们驻守的是右侧的2个阵地，现在阵地被兽群攻陷，请求贵军放行。”天狼军团和飞鱼军团算什么东西？你们是眼瞎了还是耳朵聋了？需要我们再说一遍吗？这里是女子野战团的防区，一律不得通行。你们，刘副官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脸上青一阵红一阵。他感到眼前这一幕是那么的熟悉，转身哭丧着脸看向端木蠢，他俩脸色黑得像锅底，想起了昨天的事情。女子野战团这帮蝼蚁，分明就是在进行报复。端木兄，时间紧迫，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端木蠢忍住愤怒上前。我是天狼军团团长端木蠢，我们奉48师之命撤退，你们不让通行，一旦48师问责，你们几个能否承担得起？你们不是很牛吗？昨天不是很横吗？没想到风水轮流转了吧？48师怎么了？我们可不管什么48师、49师，我们眼中只有上风。没错，我们上峰有令，防区重地，无论是谁都不得通行。好，很好，连48师你们都不放在眼里，我看你们是要反了天了。速速告知48师，就说女子野战团这帮泼妇企图残害友军。是。团座，我们的信号受到严重干扰。另外48师好像关闭了所有通讯频道。什么？本想请求48师出面施压，顺便告你们一状，但现在似乎行不通了，怎么办？端木兄，人亦是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啊！老子还从来没有受过这种窝囊气，也罢，只能委曲求全了。几位妹妹不要见怪，刚才是我冲动了，我给你们赔礼道歉。几个女兵横鼻子瞪眼，劈头盖脸的对着端木蠢开吗？滚开！呸！谁是你妹妹？瞧你那德行，要点脸不？你算什么东西？我的错，口误。几位请息怒，能不能请你们的上峰出来见一面？什么事？我们是天狼军团和飞羽军团，奉命撤离，希望贵军团能够放行。我们的防区不会随随便便让人通行的，明白吗？你们可以从48师团那边绕过去，
刚才是谁说要反天了？你们不是要向48师告状吗？那里就是48师团的指挥部，要告状快点去，后面兽群马上就来了，还是赶紧绕吧。你们是不是想说我们欺人太甚？欺人太甚怎么了？别给脸不要脸，赶紧有多远滚多远。没听见让你们赶紧滚吗？难道你们区天狼军团和飞鱼军团还想挑起事端？滚！看到恐怖的兽群，端木纯等人脊背发凉，身体颤抖。此刻他们心里只有2个字：完了！求求你们放我们过去，放我们过去吧！救命啊！求你们了！不准向前一步，否则将视为恶意入侵。对，若无视警告，将立刻击毙。天狼军团的所有人如坠冰窟，全都可怜巴巴地看向杜飞。端木蠢似乎想到了什么，我这里有30万小时，只要能救我，我可以全部送给你们。我这里有25万小时，求你们救命了！杜飞转头看向了柳若冰和夏影，因果报应懂不懂？不说之前被你们害死的其他军团，如果之前你们对我们少一点欺辱，如果昨天能让我们顺利通行，也不会出现今天这种局面。我们这是对等反制，明白吗？所有女兵后退200米，敢强行闯我防区者，一律远程击毙。是。天狼军团的所有人全都崩溃绝望，纷纷愤恨地看向端木蠢和飞鱼团长，恨不得上前生吃奶奶。团长大人，给储存卡，咱们可不能不要。给咱们的管家婆吧。报告团长，铁血旅阵地出现3只 LV5 光阴兽，目前他们伤亡比较重，已经阵亡的人数大概超过1个团。估计他们还能坚持多久？虽说他们弹药充足，火力也很猛，但面对 LV5 光阴兽根本没用。我估计最多坚持半个小时。明白了。2号猎食者先回来，等我命令。是。甘婷收到。48师团那边什么情况？报告团长，48师团3个旅阵地分别出现 LV5 光阴兽，伤亡人数达1/3。目前南线5个边外军团已支撑不住，2个全军覆没，另外3个相继撤离。飓风旅有向其他2个旅靠拢的迹象。他们的师部指挥中心有什么动静？暂时没有，不过刁德奎心情不好，我猜测青川遗址战役打到现在，局势失利，可能惊动了联邦高层，估计刁德奎挨批了。很好，命令2个小时后切断48师团指挥中心所有外援通讯，然后按原计划执行。是，团长。LV4隐身异兽狂暴状态。夏影，交给你一个任务。什么任务？2号陆地王履带战车代表我女子野战团支援铁血旅。是。孙小倩，2号猎食者跟上去照着小弟。明白。那咱们呢？先守着阵地，养足精神，天黑后开始行动。要等到天黑啊？好吧，猎杀1只光阴兽可是好几千小时呢。大姐，猎杀1000只光阴兽也比不上刁德奎手腕上那一连串跳动的数字。我有这么老吗？没，你年年18岁，算你实现。我们仅代表女子野战团支援圣战军区铁血旅出发。他们打了这么多年仗，第一次以官方的身份去支援友军，可以说在联邦军事史上开创了杂牌军支援正规军的先例。铁血旅必须得保住啊，不然没法收场。一是旅长楚正雄为人不错，2是青川遗址的战役惊动太大，就要一个挡箭牌。整场战役打到最后，如果只剩下女子野战团，后果不堪设想。3是这场战役如果是圣战军区的铁血旅获得在复兴军区狩猎场的最终胜利，消息爆出后那就好玩了。可以想象复兴军区的大佬们心理阴影面积该有多大。报告旅座，兽群出现多次狂暴，一次比一次猛烈，前沿阵地情况危急。目前战损如何？我方坦克损毁16辆，装甲车损毁。直接说战士伤亡情况。目前为止，1团阵亡360余人，2团阵亡530余人，3团情况比较严重，阵亡800多人。短短几个小时，竟然阵亡了1700多人。旅座，最主要的是那些 LV5 光阴兽实在难啃，不是难啃，而是根本就啃不动啊！48师团现在什么情况？他们的所有频道都处于关闭状态。不过侦察兵传来消息，他们的情况比我们还要糟糕。我就说这是一场硬仗，搞不好咱们和48师团全都要交代在这。楚正雄惨然一笑，似乎想到了什么。我想右侧的那个小分队估计不复存在了吧？可惜一群年轻人了，联系一下他们，看看还有没有人活着。旅座，他们的通讯频道我给弄丢了。弄丢了？他是当时就随手扔了吧？这也不能怪他呀。我堂堂正规军团精英铁血旅，怎么会向边外小分队求援？算了，以后这种丢三落四的情况不要再发生了。
属下谨记吕作教诲。本次青川遗址作战任务为20小时，我们需要坚持到明天上午8点。传我命令，必要时候可以放弃前沿阵地，尽量减少人员伤亡。是，吕作。不好，保护吕作。隐身异兽，警戒，警戒，保护好吕作。吕作，您注意安全，我们引开这群畜生。LV4 隐身异兽，狂暴状态。楚正雄和副官以及10几名10米之内遗忘来了。一瞬间，所有人愣住了，猛然明白过来，刚才那一声兽吼是 LV5 光阴兽发出的，这些隐身异兽是受到了召唤。我的天，咱们这是到鬼门关转了一圈啊！呼叫指挥部，呼叫指挥部，我方前沿阵地出现援军。重复一遍，我方前沿阵地出现援军。援军？哪来的援军？怎么可能啊！指挥部收到，指挥部收到，请回答，我方前沿阵地出现的援军属于哪部分？我是董彪，回复指挥部，目前不太清楚是哪部分军团，不过支援我们的是一辆银色履带战车，虽然只是一辆战车，但火力很猛，一只 LV5 光阴兽已经被消灭了，我前沿阵地已做好反攻准备，请指挥部指示。什么？我没有听错，支援我们的仅是一辆履带战车，竟然消灭了一只 LV5 光阴兽。副官等人感到不可思议。董彪，我是楚正雄，你确定对方消灭了一只 LV5 光阴兽？李作，我确定，现在那辆战车正在追击第2只 LV5 光阴兽，请李作批准我3团发起反攻。先稳住，等我命令。是，李作。楚正雄深吸一口气，环顾着四周的残垣断壁，快找一下探测仪。是。楚正雄盯着探测仪仔细观察，果然少了一个红点，只有联邦的密银颗粒炮弹才能轻松消灭 LV5 或以上的光阴兽。莫非是天眼排行榜前500强某个顶级军团的战车？也不对，像青川遗址这种小猎场，在他们眼中实在微不足道。那种军团有着神一般的地位，绝不可能会出现在这里。备车，火速赶往前沿阵地。是。楚正雄来到了前沿阵地。等等人向您报道。此刻楚正雄没空搭理他，他已经被眼前的一幕震惊到外焦里嫩了。这是从哪里来的战车？战场上炮火轰鸣，一辆暗银色履带战车火舌突出，正在兽群里横冲直撞，大肆平路，走过之处就像收割机一样，机炮一梭子下去，方圆几千平方米内爆炸10个人弹，金羽兽和光阴兽血肉横飞。吕作，是女兵。副官呆呆地看着前方，艰难地咽了口唾沫。那辆战车和女兵身上穿的破旧军装，他有点似曾相识。这是那支名叫女子野战团的战车，不会错。对于他们那2辆造型奇怪的战车，我还特意观察了几眼，当时我还以为是某军团的先头部队。这种履带战车看上去和我们的没什么区别，不过速度和敏捷性却比我们的战车快2倍不止。是啊，你们看刚才那个漂移，还有车身加速急转弯，如果是我们的战车敢这样操作的话，估计早就散架了。火力，主要是火力啊！那个叼烟卷的漂亮女兵一梭子下去倒下一片，真怀疑是兽群故意配合的。这种场景我只在顶级军事教材的视频上看到过。我知道了，这肯定是500强顶级军团的战车。士兵们瞪着牛眼，纷纷议论：这战车的威力比我们的要强大太多倍，不可思议啊！小叔，战车是很厉害，你都没有发现关键问题吗？你看战车上最后那个女兵手里是什么武器？董彪和副官是一个家族的，别看副官年纪小，但辈分大，董彪得管他叫叔。手枪啊！你小子侮辱我呢！你见过手枪能打死一只 LV4 光阴兽？副官一听，愣了2秒。武器还有他们的弹药。董彪，踹回去。好嘞，吕作，终于逮到机会了。叔，对不住了，侄子不敢抗命了。不好，这是隐身异兽群体，狂暴式攻击，他们有生命危险。空袭预警，检测到战车受到污染，全方位自动防御机炮引起。叫啊！你他妈使劲叫啊！多召唤些光阴兽过来，看你有多狂！老娘干不死你！婉儿，加速追上去！收到。银宝，你个疯子！不过我喜欢，好刺激啊！刺激的还在后面呢。今天老娘要让你们这些小蹄子全部达到高潮！快点，再快点！对，就这样，快了！3、2、1，锁定，给老娘趴下，干死你丫的！
天眼消息击杀 LV5 光阴兽，获得56326小时。光阴联邦抽取20%。编外女子野战团储存卡进账45061小时。耶，我们又干掉了一只 LV5 光阴兽。呀呼！夏莹狠狠吸了一口烟，眯起美眸望向远处。他跑太远了，追不上了。就在夏莹等人感到沮丧的时候，卧槽！从哪儿飞出来的导弹？这战车还能发射导弹？莹宝，储存卡进账57812小时。什么？增加这么多？难道那枚微型导弹是我们的？本美女是第2个击杀 LV5 光阴兽的女神哦。孙小倩，是你，刚才那枚导弹是你从无人机发射的？是的。怎么可能啦？夏颖抬头看向天空，除了灰蒙蒙的云朵，什么都没有。你们的任务已完成，回来补充弹药。无人机就在你们头顶，别看了，烟头快烧到你的性感嘴唇了。哎呦妈呀，难怪这么烫，团长！天啊，没想到猎食者隐身无人机竟然能够完全隐身，太神奇了！原来这无人机比陆地王战车还要厉害，怪不得甘廷不和老娘抢战车。阿嘎拉，团长你偏心，本美女亏大了。任务完成，返回阵地。全体军！此时此刻，他们内心充满了激动、兴奋、喜悦。此时向他们敬礼的可是天眼排行榜前1万名的正规军团，一直饱受欺辱的他们，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高规格的敬重。目送陆地王战车离开，楚正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难以置信啊！李总，我们是时候反攻了，全力反击，把兽群压制在5公里之外。是，炮兵营、坦克营、装甲步兵营，加强火力，给我狠狠的打！李总，这是捡回来的弹壳。楚正雄拿起一枚弹壳仔细检查，不禁皱眉。没有联邦编号。是啊，李总，我也很纳闷，说明他们使用的弹药不属于联邦军区，我怀疑是自己造的。自己造的？有这种可能。弹头找到了吗？找不到，那些被打死的凶兽第一时间就被兽群吞噬了。找不到就算了，不管怎么说，这女子野战团不简单，他们的弹药对光阴兽有致命的杀伤力，这或许是我们铁血旅崛起的希望。李座的意思是购买女子野战团的弹药，只要能获得这种弹药，铁血旅肯定会崛起。说得轻巧，这种弹药威力非同一般，人家岂会轻易卖给你？再说，他们能造出这种弹药，那绝对属于高度机密。不过，他们能冒着泄露机密的风险来给我们解围，说明那位年轻的团长对我们有好感。有时候，就算手里有时间，也并不是万能的。你们给我记住，人还是得以心换心，属下一定谨记。今天女子野战团支援我铁血旅的事情要严格保密，不得向外界泄露半个字，切记。是，李座放心，保证封锁消息。他们自然明白，这种事情绝不能让其他军团知道。那款性能超强的战车和威力巨大的弹药，即便是顶级军团也会眼馋。近水楼台先得月这样的道理，他们还是懂的。这样吧，先联系一下女子野战团，向他们表示忘了。通讯频道被你小子弄丢了。副官惭愧地低下头，恨不得扇自己几耳光。现在立刻备车，另外再准备一些礼物。你随我一起前往女子野战团，亲自登门拜谢。是。女子野战团的阵地充满了欢声笑语，别的阵地都是鬼哭狼嚎，有不少女兵甚至发出感慨：炊事班又准备起锅烧油了。在哪里是来打仗，分明就是来度假的，好不好？哎，这样下去不行啊，我胸前的扣子都快要扣不上了，以后总不能敞开着吧？说明营养跟上了，你这是2次发育，要感谢团长哦。真羡慕颖宝和若冰姐的身材，一直都保持得这么好，特别是颖宝，胸那么大，腰这么细。是啊，就不能给我们传授一下秘诀吗？哪有什么秘诀，本美女的身材是天生的好不好？团长，你猜咱们现在有多少时间了？多少？账上余额1673500小时哦！天啊，这么多，近170万小时啊！我不是在做梦吧？167万小时，长这么大我从没见过这么多时间啊！咱女子野战团从没有这么富裕过啊！呵呵，等过了今晚，让你们真正体验一下什么叫做富得流油。甘婷，现在大家都还剩多少时间？每人大概还剩60小时。咱野战团多久没有发军饷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咱们的情况，从来都没有发过。那好，我命令，现在每人发放1万小时。天啊，每人1万小时，那可是1年多的寿命啊！团长，咱们账户上好不容易有这么大一笔款，如果发下去，那就是108万小时，扣除10%的手续费，一共是119万8000小时。这样的话，咱账户上就剩几十万了。就算按照联邦正规军团的最高标准，每个士兵的年薪也只有2万多小时，你这一发就是1万小时。哎，管家婆一脸肉疼，这么多时间在储蓄卡里还没暖热乎，马上就要散出去了，对着杜飞苦口婆心的算着账。其他军团的士兵是2万多小时，看来每人1万小时是有点少啊。管家婆，要不全发了啊？本期我刚才是在对牛弹琴。哈哈，团长你好坏，你是故意的吧？团长，我们不需要这么多，此案每人几百小时就行了。
团长，储存卡里还是多存一些资金吧。好了，都不要再说了，每人1万小时，就这么定了。我知道你们是为了军团着想，也知道你们早就把军团当成了自己的家，这一点我感到很欣慰。但是我听说你们大部分都还有家人，对不对？我想问一句，他们现在都还好吗？话音落下，整个阵地瞬间安静，所有的女兵们全都沉默不语。正因为杜飞冷不丁提到了家人，此刻他们的眼中纷纷露出一丝哀伤、悲凉。还不赶快谢谢咱们的团长！谢谢团长，团长威武，团长是我们永远的神，最帅气的男神。哇，1万小时啊！我从来没有拥有过这么多的时间。我要给我爸先转2000小时，让他买点细粮吃。我也一样，有了这么多时间，爷爷就有救了。穿越成最强指挥官的杜飞，又为自己一支超级无敌女军团。声网加10点，亲密加1点。系统。没想到遭受辐射后，体质上限可以获得扩张，目前可继续提升5点强化度。有一个问题，到目前为止，只知道女兵们身体遭受的辐射在康复池里抛过之后全部被消除，却不知道她们的体质是否刚打完这场仗，回去后得检查一下她们身体的强化度。团长，你看天已经黑了，是不是要行动了？从现在开始，孙小倩负责48师团的3个旅，你负责他们的师部指挥中心。1个小时后，等我命令。是。铁血旅旅长楚正雄，5分钟后将到达我方阵地。知道了。一会儿铁血旅旅长楚正雄要来，那咱们是不是要准备迎接？更何况我们团还有以后的计划。敬礼。我得正式介绍一下铁血旅楚正雄，女子野战团杜飞，铁血旅机要秘书董洁。贵军团对我铁血旅的倾力相助，我们没齿难忘。楚某代表铁血旅全体指战员特来向贵军团表示感谢。楚旅长这就见外了，你我两军为同一阵线的友军，相互帮衬，理所当然。没想到举手之劳，竟使楚旅长亲自大驾光临。杜团长，千万不要这么说，贵军可是救了我铁血旅数千人的命，救命之恩岂能儿戏？区区薄礼不成敬意。高级红酒、特制雪茄、各种联邦特供饮品等等。那我就厚脸笑纳。爽快。青川遗址这场战役打到现在有点艰难啊。是啊，大部分军团伤亡惨重，现在能撤的都已经撤到了边缘地带。48师是这次狩猎场任务的组建者，如果任务失败，那么不仅得不到联邦的相应拨款和补贴，反而还会影响排行榜的名次。楚旅长，你对48师组织的这次清剿任务最终结局有什么看法？只能说人算不如天算啊！像这种存在有 LV5光阴兽的猎场，估计是48师所没有料到的。他们所拥有的精良装备，面对 LV5光阴兽却等于是螳臂挡车。这次任务没有胜算，48师能全身而退就很不错了。不过这次任务48师若想取得胜利，他们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你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自然是杜团长的女子野战团喽。我可是亲眼见识过你们那种特殊弹药对光阴兽的致命杀伤力。楚正雄话是这么说，心里却是10000个不希望女子野战团接触48师。杜飞剑终于聊到了正题上，他向楚正雄说道：楚旅长也说过，你我比较投缘，这一点我深有同感。我女子野战团之所以会对铁血旅伸出援手，也正是觉得铁血旅是一支难得的仁义之师。杜团长对我铁血旅的评价可是太高了，愧不敢当啊。说完，他与副官眼神对视，彼此都读懂了对方的眼神，有戏。实不相瞒，那种特殊的弹药我们也是刚刚研制出来，目前还仅仅处于实验阶段。我想说的是，在我们没有正式向外界公布之前，暂时还不想让太多军团知道。楚旅长应该能明白我的意思。明白，这不正是我所希望的吗？杜团长请放心，关于女子野战团的任何机密，我铁血旅保证不会向外界透露半个字。我自然相信楚旅长，不然怎么能说你我有缘呢？哈哈哈。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说明一下，我女子野战团和48师没有交集，之所以接这次任务，为的就是猎杀光阴兽赚取时间。所以说这次青川遗址任务的胜利与失败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这话对我来说比忧参半啊。喜的是48师想和女子野战团搞好关系已经没有机会了，忧的是如果这次青川遗址任务失败了，铁血旅不仅得不到相应的拨款，排名也会下降，可以说损失惨重。就在他俩愁眉不展的时候，不过我女子野战团倒是不介意和铁血旅合作。杜团长这是打算要帮助我铁血旅啦？那我楚正雄可真是感激不尽啊。呵呵，楚旅长言重了，铁血旅是精英军团，更是本次青川遗址任务东线阵地的主力军，而我女子野战团
只是一支不足100人的编外队伍，装备简陋落后，哪有能力去帮助铁血旅？只能说辅助。我们只是在铁血旅的率领下，一举荡平青川遗址。楚旅长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哦，当然明白，我怎能不明白？话虽如此，但说到底，只是各取所需罢了。女子野战团现在很菜，一旦暴露真实实力，那离死也就不远了。所以现在需要一个挡箭牌，而我铁血旅现在的处境非常难受。想要打赢青川遗址战役，那就需要你女子野战团的支援。利大于弊，这位年轻的团长很精明啊，他只有17、18岁，怎么跟老狐狸似的？我铁血旅占了这么大的便宜，该如何感谢才好啊？陆团长，我楚正雄啥也不说了，等胜利后你就看老哥的心意就是了。那就等胜利后再说，谁让咱投缘呢？陆兄弟说的对。双方属下各有心思。旅长真牛啊，一会儿的功夫就跟对方开始称兄道弟了。团长真牛啊，一会儿的功夫，挡箭牌的事情就搞定了。楚旅长，你觉得怎么样？计划完美，现在我只希望48师顶不住，最终不得不放弃狩猎场计划，那样我铁血旅就可以拿到这次狩猎场全部的拨款和补贴，光是铁血旅所在的圣战军区的奖励就能拿到手软，更何况还有联邦的。铁血旅在天眼排行榜上的名次也会大幅度提升。好，那就这样定了。有什么不清楚的，我们可以通讯频道沟通。楚正雄和副官的脸上顿时露出一丝尴尬。女座，我来解释吧。对不起，杜团长，通讯频道之前被我弄丢了，是我有眼无珠，还望您能够原谅。楚正雄看着自己这位副官的态度，眼中露出一丝欣慰。年轻人进步了呀！女子野战团什么都缺，就是纸张不缺。别再弄丢了。吕座放心，再弄丢你就毙了我。计划已敲定，时间紧迫，杜团长，我们就先回去准备了。好的。团长，如果按照你刚才制定的作战计划，那岂不是便宜了48师？你真打算让48师获得胜利？记得我曾对你们说过，吴大贵任命我为女子野战团指挥官，将是他这辈子最大的错误。我说48师活不过今晚，你们信吗？原来团长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报告，炮兵团已就位，待命。坦克团已就位，待命。装甲步兵团已就位，待命。全体准备，目标正前方兽群。3、2、1，开跑！朝前方兽群巨响声响，地面震震。兽群突然遭到猛烈的轰炸，顿时惊天大乱，惨吼之声接连不断。2号的护航战车被铁血旅的装甲车和坦克护在中间，朝着前方兽群推进。战车上的女兵们脸上充满了自豪，来自铁血旅的镇定让他们感受到了女王般的待遇。女座目前已推进3公里，我军仅有几人受到轻伤，无一人阵亡，这仗打得很顺啊！好！楚正雄站在装甲车上，手持夜视望远镜，望着前方节节败退的兽群，激动地说道：“舒畅，痛快！”吕座，以现在这种速度，大概在凌晨10分就能收复南线阵地。很好，传我命令，严格遵从杜飞团长的作战方案，以战车为中心，一定要保护好所有女兵。是。女子野战团储存卡进账3269小时，9832小时，5175小时。太爽了！就这一会儿功夫，咱们已经进账10万小时了。营宝，照这速度下去，等收复南线阵地，咱2号战车至少能进账100万小时啊！是啊，只可惜光阴兽有点少。团长，目前南线阵地兽群开始出现骚乱，已经有2只 LV5光阴兽指挥着兽群朝西线阵地退去。团长大人可真是料事如神啊，属下佩服的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啊！少拍马屁，赶快说西线阵地的情况。臭臭，你把他们都惯成什么样了？那副团长也在听啊！咦，尴尬死了！没想到副团长也开通了无人机加密通讯，他这是不放心啊！他立刻一本正经的道：“报告团长、副团长，西线阵地情况如下：飓风和雷霆2个旅目前战斗吃紧，加上之前消耗过大，现在西线阵地兽群突增，预计他们坚持不到天亮，
很好。北镇县闪电旅的情况如何？他们战斗相对比较保守，情况还算乐观。3个旅的弹药库找到了吗？早就找到了，只等命令。好，等铁屑旅收复南县阵地后，立刻炸毁西镇县飓风旅和雷霆旅的弹药库，一定要掩饰好，避免引起天眼对我女子野战团的怀疑。随后前往北镇县待命。是。孙小倩吐了吐小舌头。怎么了？你注意点，若冰姐好像也开通了加密通讯。啊，若冰姐这事不放心咱俩啊。甘婷，团长，甘婷在。命令，3分钟后干扰48师师部指挥中心对外的所有通讯，只保留他们与飓风、雷霆、闪电3个旅的内部通讯，另外保留我方和48师之间的通讯。是，团长。一切安排妥当。杜飞面朝西北，望着48师指挥中心的方向，呼出一口气。联邦规定，军团之间不可相互厮杀，但如果让对方死在兽群口中，那就不违反规定。刁德奎，你不是很喜欢用这种方式吗？那就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团长，全体指战员已准备就绪，咱们下一步怎么做？下一步按原定计划前往天狼军团和飞鱼军团的阵地。啊，嘿嘿嘿。团长，这是闹的哪一出？怎么跟铁血旅制定的作战计划不一样啊？柳若冰越想越不解。难道团长真的打算去收复天狼军团和飞鱼军团都市的阵地吗？哎，我这脑袋要死机了，这男人的招数，凡人无法理解啊！刁德奎看着好的进账，面色阴沉。3个旅从发起总攻到现在已经8个小时了，一共才进账200万小时，这点时间远远抵不上消耗的时间。那帮猎场评估专家简直就是白痴废物，存在这么多 LV5光阴兽都侦测不出来，老子一定要告他们一个反人类罪，把那帮白痴统统送进矿场。刁德奎心里已经计划，实在不行就宣告任务失败，真彻底。师座，好消息，好消息啊！这时候会有什么好消息？战局有所好转，不过不是我方，而是圣战军区的铁血旅。铁血旅，他们能有什么好消息？师座，刚刚无人侦察机传来影像，铁血旅正从东线阵地朝南推进，大有收复南阵线之势，沿途消灭数十只 LV3和 LV4光阴兽，甚至还消灭了一只 LV5光阴兽。简直一派胡言！消灭 LV5光阴兽，区区一个旅级军团，怎么可能有这种实力？师座，千真万确。不过影像里面显示消灭 LV5光阴兽的是女兵，好像是编外女子野战团。编外女子野战团，我说那帮余孽为何还没死绝？原来是靠上了铁血旅，把影像调出来我看看。是，师座。那是什么战车？那是编外女子野战团的战车，一共2辆这种战车参与本次任务。不，我纳闷的是，那战车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加特林，竟然能这么轻松的打死一只 LV5光阴兽？另外，不要忘了他们在黑水河的那场战役，可是战绩惊人了。明白了，师座的意思是问题出在他们的弹药上，这是唯一的解释。他们的弹药对光阴兽有致命的杀伤力。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铁血旅应该和那帮余孽达成了共识。铁血旅之所以能够如此顺利的向前推进，关键就是借助了他们这种特殊的弹药。师座高明，一切都瞒不过您的推断。不过属下认为这倒是一件好事。铁血旅急功近利，即便是他们取得胜利，那战绩也以我48师为主，对我们自然是好事。联系一下铁血旅。是，师座暂时联系不上。那就算了，那帮余孽不是还有1辆战车吗？查一下在什么方位，给我弄清楚他们使用的究竟是什么弹药。穿越成最强指挥官的杜飞，用黑科技组了一支超级无敌女军团。报告团长，鱼儿上钩了。很好。什么鱼儿上钩了？抬头笑。告诉你，嘿嘿嘿。耶。沟壑、丛林、山石，2只 LV5光阴兽带领着成百上千只 LV3、LV4光阴兽和变异凶兽，正疯狂贪婪地啃食着士兵。随着轻微的气流震动声，2架无人侦察机悄然出现在了女子野战团上空。团长，有客人到咱们头顶了。知道了，苏宁儿把视频传过来了吗？传过来了。好，继续关注48师指挥中心。是。听着2人的对话，柳若冰越发奇怪，实在忍不住了。你到底在谋划着什么？如果我想得到你的时间，需要怎么做？脑袋没烧坏呀？那为什么会问这么可爱的问题呢？嘀咕什么呢？没什么，当然是我自愿转给你啊。还有其他的方法吗？有，那就是转进时间储存卡里，然后送给你。刁德奎身上有近1000万小时。近1000万小时，这么多？柳若冰美眸瞪大，声音颤抖，她似乎已经明白了，这个男人想得到刁德奎所拥有的这些时间。我明白了，你想打劫他？哎，什么叫打劫？再给你一次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难道是用你的王八之气征服他？
停！我还是不难为你这8岁的智商了。我要让他把储存卡心甘情愿的送给我。耶！时间在刁德奎身上，他绝不会轻易送给你的。你这是在做梦？是吗？骑驴看唱本，咱们走着瞧。好了，我们已靠近天狼军团阵地，该准备战斗。全体待命。是。1号陆地王战车自行火炮、机炮，加特林已就位，待命。装甲步兵已就位，待命。很好。2支 LV5光晕手，兽群瞬间狂暴起来，如潮水般咆哮着朝女子野战团冲来。全体准备，争取30分钟内收复东线2号阵地。3、2、1，开跑！先打掉那2只 LV5光阴兽，锁定，开炮！首领倒下，剩余的光阴兽和变异兽群开始退散，纷纷朝北线闪电旅阵地投放。阵地上尸横遍野，躺倒的大多数都是 LV3和 LV4光阴兽，作战效率奇高，犹如秋风扫落叶。只能说，这是一支比熊还要疯狂的女兵。报告团长、副团长，东线2号阵地已收复，本次共消灭近100只 LB3 和 LB4光阴兽，另有2只 LB5光阴兽。我女子野战团没有出现任何伤亡，本次战役大获全胜。表现不错。这次战役我们一共获得多少时间？一共获得671358小时。哇，一会儿的功夫就获得这么多时间，嘿嘿，值得庆祝。原地休整，炊事班起锅烧油。谢谢团长。师座，他们的子弹实在太厉害了，简直不可思议！几10发炮弹就直接消灭了2只 LV5光阴兽，而那些 LV3和 LV4光阴兽在他们的子弹面前不堪一击，不到半小时就收复了东线2号阵地，不仅获得了将近60多万小时，而且还毫无伤亡。密银子弹，他们从哪里得到的密银子弹？刁德奎目光死死盯住那一箱箱被打开的子弹，内心无比震惊，久久不能平静。之前他们在黑水河一战，不到1个小时就凯旋了，现在他们协助铁血旅顺利朝南线推进。刚才他们收复东线2号阵地，不到8个小时，这一切都跟他们所拥有的密银子弹有关，怪不得啊！师座，如果我们能拥有这种子弹，绝对会一跃成为顶级军团。这话还用你来说？去，立刻找几名军工科研人员过来。是。师座，根据我们对影像的深入分析，这些子弹和炮弹全部没有联邦编号，那些弹头上的银白色物质应该是镀上去的。也就是说，对方的这些弹药是自己制造的。自己制造的，那这些弹头上的银白色物质是不是密银？我们查阅了一些天然密银颗粒图片，两者相比较，色泽、光泽、纹路等基本相符，目前还不能确定，毕竟密银的提炼和熔炼技术是联邦还没有攻克的一大难题。不过，从这些子弹对光阴兽造成的伤势来看，目前也只有密银有这么大的杀伤力，所以我们一致认为，对方极有可能是已经掌握了密银的提炼和熔炼技术。很好，他们几位辛苦了，安排他们去社交营享受一下。是，谢谢师座。随着副官带领几名科研人员离开，刁德奎深吸一口气，此刻他内心无比激动。密银的提炼和熔炼技术。师座，我觉得科研人员分析的有道理。那小子可是复兴城联邦高级指挥官学院的天才。你倒是提醒了我。这么说，应该是这小子研究出来的密银提炼和溶解技术。我想是的。自从这小子上任后，编外女子野战团才有了现在的突出战绩。将无人机拍摄到的女子野战团所有作战影像资料全部销毁，关于他们的一切消息要严格封锁。另外，把那几个科研人员秘密处决掉。做好这些后，给我接通编外女子野战团。是，师座。穿越成最强指挥官的杜飞，用黑科技搭载了一支超级无敌女军团。那关于编外女子野战团的这些情况，要不要禀报给上峰？上峰，你说呢？刁德奎用阴冷的眼神盯着他，副官顿觉脊背发凉，身如筛糠，后悔有此一问。难道师座有那种想法？属下明白了。报告团长，刁德奎已播放我们收复2号阵地的影像。什么反应？正如你所料，他已确信我们掌握了密银的提炼和熔炼技术。目前48师师部指挥中心已对我女子野战团开通了通讯频道，刁德奎正准备和你通话。很好，继续关注。是。走，咱们去无人机独立控制室。好，我很想知道你究竟用什么样的方法把刁德奎手上近1000万小时弄到手。这里是48师师部指挥中心，呼叫编外女子野战团，收到请回复。编外女子野战团收到。
我是48师师长刁德奎，让你们的团长和我通话。是刁师长，请你稍等。刁师长，我是编外女子野战团团长杜飞。你就是杜飞啊？是的。呵呵，不愧是联邦高级学院的天才，上任团长短短几天就把军团搞得风生水起，很不错嘛。我代表48师向你们编外女子野战团表示祝贺和慰问。呵呵，这家伙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啊。多谢刁师长。刁师长突然找我通话，恐怕不仅仅是为了对我们表示慰问吧？我今晚找你除了表示慰问，确实还有一件事情。什么事？刁德奎不想墨迹，开门见山的问道：“你们编外女子野战团在本次任务中使用的是不是密银子弹？”这家伙还真够直接。你问的这个问题，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呵呵，年轻人在我面前就不要再装了。我想告诉你的是，你们编外女子野战团的一切情况尽在我的掌握之中。黑水河战役，你们用了48分钟大获全胜。本次任务，你们所在的3号阵地轻松抵挡住了3次兽群攻击。今晚仅用了25分钟就收复了东线2号阵地，并且配合铁血旅顺利反攻。我说的这些可对？杜飞一声不吭，故意保持沉默。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你们已经掌握了密银的提炼和熔炼这2项技术。目前这2项技术可是联邦始终没有攻克的大难题。如果让联邦知道，那么你们的技术将会被没收的一干二净，并且联邦很有可能还会让你们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呵呵，我想说的是，以你们现在的状况，拥有这种技术并不是一件好事。不过吧，我48师目前已经封锁了关于你们编外女子野战团的所有消息，联邦暂时还不知情。我说这话，你应该能明白什么意思吧？我好像听明白了，刁师长莫非想要我们的密银提炼和熔炼技术？呵呵，我就说杜团长是个聪明人，一点就通。只要你们愿意将密银的提炼和熔炼技术交给我，那么我可以保证你们的安全，并且给你们一笔足够的时间。我保证今晚就能让你们所有人回到复兴城，过安稳的日子。我开出的条件包你满意，但必须今晚就把这2项技术交给我，给你5分钟时间考虑。这是恐怕不行。你是不愿意把技术卖给我？不要忘了，我现在随便动动口，联邦马上就会来人，到时候你可不要后悔。刁师长可能误会了，我说的行不通是指您别忘了还有一个铁血旅。这个你不用担心，只要把你们剩余的弹药装备交给我48师，你们就可以带着巨额的时间直接撤离。至于铁血旅，交给我48师就行了。刁德奎脸上露出一丝阴冷，话里的意思很明显，48师只要拥有了密银子弹，那么铁血旅在他们的操作下将会全部葬身于兽腹中。杜飞佯装的考虑了一会儿，好像有了决定似的。那你打算给我们多少时间？你想要多少？最少1000万小时。呵呵，你知道1000万是多大的数额吗？你可真是狮子大开口啊！刁师长，我并非狮子大开口。密银的提炼和熔炼技术，如果你转手卖出去的话，恐怕不止1000万小时吧。1000万只是我们生活下去的保障。所以说，如果没有1000万，我们宁愿把密银提炼和熔炼技术交给联邦，我们不要转账，只要储存卡。那就按你说的，1000万成交。刁师长，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啊？你答应的太爽快了。你什么意思？你确定现在有1000万？哼，你在怀疑本师长拿不出1000万小时吗？我不是不相信刁师长，但也不得不防。除非你能给我发过来一段影像，我要亲眼看到储存卡里有1000万小时才放心。我可以让你看到存有1000万小时的储存卡，不过你又怎么能够证实你掌握了密银的提炼和熔炼技术呢？自然可以证实，我这里有密银提炼和熔炼的整个详细过程影像，可以随时发给你。那好，我现在就想证实一下，就把你所说的影像资料发过来。可以，记得5分钟内把资料传输到48师团的影像库里。丹婷，把影像传给他们。是。刘若冰脸上露出吃惊的表情，看向杜飞。我明白了，接下来就不需要再和刁德奎沟通了。哦，你这8岁的智商终于弄明白了，真是难为你了。你，哼。没错，接下来我们等着就行了。师座，这是编外女子野战团的营地，怪不得他们的营地居然有一座密银矿。师座，看来这是千真万确啊！是啊，没想到提炼过程如此简单，只要得到那瓶液体的配方，就等于掌握了密银的提炼和熔炼技术，也就掌握了全世界的密银。到那时候，谁他妈还上战场打的杀杀？随便动动嘴，就有顶级军团供自己驱使。就算吴大贵进入了联邦高层，他见了自己也得跪地磕头。此时此刻，刁德奎的野心急剧膨胀，眼前仿佛已经出现了他想要的一切。我一定要得到那种液体的配方。刁德奎面若钉黄，一旁的副官都感到这位师长快要被刺激疯了。把这份影像给我销毁掉，不要留下任何痕迹。师座，那师座，您真的打算拿1000万小时给编外女子野战团吗？呵呵，一群将死之人而已。等我拿到配方之后，青川遗址猎场将会成为女子野战团和铁血旅的葬身之地。不过眼前在世还是要稳住他们。刁德奎说完，拿出一张储存卡，看了一眼手腕上的一连串时间。他们想要看到1000万小时，那就让他们在临死之前看一眼吧。
师座还差多少？要不要先挪用一下军团储存卡里的余额？转进来70万吧。好的。此刻已经到了最关键的一步，那就是等着刁德魁把身上的时间转到储存卡。任务落定，三停。温小强目不转睛地盯着监控画面，5、6个凶徒起伏不定，他们紧张地握着拳头，手心都握出了汗，生怕出现意外情况。很快，副官转好账，刁德魁接过储存卡，开始对接手腕。暂停，准备好，时刻准备着。顷刻间，刁德魁已将900多万小时转进了储存卡。开火！穿越成最强指挥官的杜飞，用黑科技打造了一支超级无敌女军团。开跑！死有余辜，守好储存卡，不要让任何人靠近。是。孙小倩，立刻炸毁西镇县飓风旅和雷霆旅的弹药库。是。夏莹，收到。收复南县阵地后，立刻配合铁血旅清剿西县阵地光阴兽。是。现在西镇县的飓风旅和雷霆旅已乱了阵型，加上2座弹药库被失去了，就剩北镇县的闪电旅。现在只要清理掉青川遗址所有的光阴兽，变异兽群自然会溃散。杜飞简单的梳理了一下思路，便立刻又下达了命令。孙小倩，3分钟后炸毁北镇县闪电旅的弹药库，随后协助甘婷清理48师。清理完毕后，开始轰炸青川遗址内部，争取天亮完成任务。是，团长。完成任务。直奔西北方48师指挥中心。闪电里呼叫指挥中心，呼叫指挥中心，我方阵地弹药库爆炸，情况紧急，请求支援，请求支援。立在指挥中心没有回应。指挥中心的通信兵都死光了吗？报告，步兵团伤亡惨重。报告，炮兵团已陷入兽群。立作，我方阵地已经彻底沦下。顶住，都给老子顶住！立作，武器弹药已耗光，顶不住。报告团长，48师指挥中心已彻底清理干净。很好，孙小倩，去查看一下西线阵地和北线阵地目前的情况。是。1号陆地王战车缓缓停在了48师指挥中心门口。拿到了，耶！刘若冰一握拳头，差点都要扑到陆飞身上。走。报告团长，西线阵地和北线阵地已全部沦陷，48师3个旅全军覆没。目前西线阵地共有2只 LV5 光阴兽，以及100多只 LV3和 LV4光阴兽；北线阵地共有50多只 LV3和 LV4光阴兽。铁血旅已收复南线阵地，正赶往西线阵地进行清剿。我女子野战团所有步兵正朝着北线阵地逼近。1号、2号猎食者承担做好轰炸青川遗址内部的准备。是。从此刻起，复兴军区48师不复存在，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无待问，女子野战团现在不够强大，动不了你，好好等着，老子迟早会宰你。报告团长，我们已靠近北线阵地，前方兽群中出现10几只 LV3和 LV4光阴兽，冲上去，配合步兵开始清扫。是。报告团长，步兵在坐标726比39遭遇大批隐身异兽。我知道了，不用担心。从右前方打开口门，朝步兵车队靠拢。是。那是我们的无人机，太厉害了！我是第一次见。我也是。危机已解除，全体就位，继续向前推进。是。几个边外军团的指挥官聚在一起，一个个哭丧着脸。48师团现在联系不上，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估计情况不妙。是啊 ，LV4光阴兽也就算了，出现那么多 LV5 光阴兽，谁能顶得住？咱们撤出阵地，这次的任务奖励算是泡汤了。都是大老远赶来的，奖励泡汤了不说，关键是亏大。都别说了，能保住性命就算不错了。这次任务作战时间是20小时，咱们要等到早上8点，真难熬啊！那还能怎么办？48师团还没有宣布任务胜利或者失败，只能等着了。是啊，咱们还在战斗区域范围内，如果再继续撤离的话，那就违反联邦的猎场规定。10几个边外军团指挥官你一言我一语，相互倾诉着苦楚，就才认识。快看，那是什么？所有人顺着那指挥官眼光所望去，全都面露惊讶和疑惑。那是什么武器？不可思议啊！怎么看不到子弹？是从哪射出来的？难道是哪个顶级军团的秘密武器？开什么玩笑！顶级军团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里？不过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没错，这是唯一的解释。此后2架猎人更在各个顷刻间就到了青川遗址核心区域上。
甘平和孙小倩面露疑惑，他们发现各自的屏幕上出现了短暂的信号中断，踏上一惊，急忙控制两架猎食者无人机迅速返回。报告团长，之前那种情况又出现了，这次2号猎食者出现了0.7秒的信号中断。报告团长，1号猎食者也是出现了0.5秒的信号中断。听到甘平和孙小倩的汇报后，杜飞立刻来到了隔壁无人机独立控制室。团长，这次2架猎食者同时出现了信号中断现象。团长，我分析了猎食者无人机信号中断时的图像，似乎是受到了某种震荡波的干扰。杜飞走上前，仔细看着那几张波段图，一阵后，他也没有看出什么所以然。现在2架无人机的情况如何？目前2架猎食者各种数据都正常，没有出现任何故障。那就好，先原地待命。穿越成最强指挥官的杜飞，用微科技组了一支超级无敌女军团。无人机到底是受到什么东西干扰？我信号中断，唉，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此刻，柳若冰都这样，一直静静地看着杜飞。他非常喜欢看杜飞思考的样子，特别是这2天，发现自己好像魔招了。听力值加20。这小妮子，哥有这么迷人吗？馋成这样，再这样看下去，这指挥室就要被水淹了。谁看你了？被逮到了，羞死了啊！青川遗址内部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应该是，只不过现在还不清楚具体情况，到时候再说吧。快看，团长回来了！女兵们看到1号陆地王战车回来了，全都面露喜色。还是有团长在才有安全感啊！命令全体指战员配合陆地王战车，开始驱散变异兽群，清除残留的光阴兽。是。如此野战团所有女兵跟随陆地王战车，开始面对在线阵地大规模清扫。报告团长、副团长，北线阵地已顺利收复。很好，原地休整10分钟，之后赶往西线阵地与铁血旅会合。是。后勤兵给2架无人机补充弹药。好的。啧，好漂亮啊！本以为是毫无战斗力的侦察机，没想到却是那么厉害的大杀器。操作这种无人机肯定很爽，真羡慕婷婷和小气啊！是啊，团长对他俩可真好。城内的变异兽差不多都跑光了，应该只剩一部分高阶守护兽吧。报告团长，2号陆地王战车配合铁血旅已收复西线阵地，干得漂亮！说一下你们现在的方位。坐标562比73，距离我们大概40公里，半个小时能赶到。告诉处旅长，先原地休整，半小时后，我女子野战团将与铁血旅会合。是，团长。铁血旅数千战士、各级指挥官、副官董洁以及旅长卜正雄齐刷刷向杜飞和柳若冰敬礼。杜兄弟，可能夏营指挥官已经告诉你了，我军赶到西线阵地时，48师的飓风旅和雷霆旅已经全军覆没，令人痛心啊！处旅长，西阵线的情况我也是刚刚得知，本想着他们能够坚持到铁血旅的支援，没想到这么快就沦陷了，呵呵，那可是我的杰作呀！是啊，最主要的是西阵线兽群是其他阵线的2倍，压力实在过大，加上出现2只 LV5 光阴兽，最终导致他们全线崩溃。48师到现在都还处于失联状态，也不知道究竟是个什么情况。处旅长，这也正是我想和你说的，北阵线闪电旅的情况和西阵线一样，等我们收复东线2号阵地赶过去支援时，已经来不及了。不仅闪电旅全军覆没，最令人痛心的是，整个48师师部指挥中心也淹没在了兽群之中。48师师部指挥中心竟然沦陷了，怪不得呀，怪不得一直联系不上，整整一个师啊，全军覆没了。是啊，实在是可悲可叹。一旁的柳若冰看着杜飞脸上的表情，差点没笑出声来。装，继续装，下一届奥斯卡金奖非你莫属。这个小男人脑袋究竟是怎么长的？这1个月以来，不仅研制出这么多高端装备，就连联邦都无法攻克的密银提炼和熔炼技术都被他搞定了。想不到他的谋略也如此之高。哎，他要是我男人就好了。听力值加20。这么陶醉的看着我，看来这大姐现在对自己的关注范围扩大了，没想到演个悲情戏都能增加20点亲密值，那要是跟她来点激情戏，岂不是增加更多？呵呵呵。陆兄弟，我知道贵军和48师同属于复兴军区，你此刻的心情我能理解。不过，联邦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个军团在战场上覆灭，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逝者已逝，还望杜兄弟不要过于悲伤。处旅长说的对，不必为我担心，我只不过是触景伤情罢了。楚正雄内心感慨万分，性情善良啊，年纪轻轻竟有此等性情，实属难能可贵啊。
这小子值得深交。好了，既然我复兴军区48师已不复存在，那么本次任务的主导权自然归属于铁血旅。接下来能否取得胜利，完全就靠铁血旅了。陆兄弟，不敢当，不敢当啊！楚正雄嘴上客套着，心里却是激动不已。陆兄弟，你看接下来的战斗该如何进行？就剩围城攻坚战了，我觉得咱们还是一起商量吧。好，杜飞、柳若冰、楚正雄、董洁四人聚在一起，开始商议进攻青川遗址内部的作战方案。方案基本敲定：一、女子步兵团考虑到数量有限，负责青川遗址北方和西方，那边缺口不大。二、1号和2号陆地王战车配合铁线旅，围堵青川遗址东方和南方。三、待到4部分碰面时，也就是宣告青川遗址任务胜利之时。好，楚正雄和副官同时点头，两人相互看了一眼，非常感动。女子野战团也就这2辆战车，杜飞把全部家当都调给我们铁血旅使用，这情谊咱得记一辈子。声望加50，声望加50，全部家当都砸下去了，才100，涨点声望值不容易啊。那就这么定了，先做好战前准备，凌晨5点发起攻击。可以。铁血旅所有指战员和女子野战团已分布在青川遗址外围东、西、南、北4个方位，即将发起最后的总攻。报告，炮兵团已就位，待命。报告，坦克团已就位，待命。报告，女子步兵团已就位，待命。全体准备，青川遗址围城攻坚战倒计时，3、2、1，开炮！斗蓝金，冲天而起。只见那怪物的头颅比一般光阴兽要大2-3倍，深陷的眼窝冒着红光，又肥又大的腹部布满类似尖刺的鳞甲，一双翅膀展开，加上身后长长的尾巴，体型足有半个足球场大。天啊，那是什么光阴兽？体型这么大，这也太恐怖了吧！半边天都被它挡住了。全体警戒！东西南北4个方位，所有指战员仰望天空，全都惊得目瞪口呆，纷纷高度戒备。卧槽！隐身以后，楚正雄大吃一惊，差点一屁股跌坐在地上。与此同时，1号陆地王和2号陆地王战车内，柳若冰、夏莹、甘婷、孙小倩等人纷纷俏脸惊变。杜飞眼睛骤然一缩，心里暗暗吃惊，这是什么妖兽？体型怎么这么大？密营炮弹到底能不能对它造成伤害？楚正雄回过神来，立刻对着通讯器大喊道：“杜团长，麻烦了，那是一只隐身异后。”话音未落，只见隐身异后发出一声震天嘶吼，天空中出现成群结队的隐身异兽，足足有200多只，其中 LV5 光阴兽就有30几只，其余全都是清一色的 LV4 光阴兽。翅膀猛然扇动，卷起一股故意狂暴的气流，朝着陆地王战车急速冲来。团长小心！杜团长小心！夏莹等女兵以及楚正雄等各级指挥官同时发出惊呼，任谁也没想到，那只隐身异后竟然首先朝杜飞所在的战车发起攻击。全力开火！空袭预警，检测到战车受到威胁，全方位自动和预警号一起。隐身。总指挥室内，杜飞和柳若冰的目光一直盯着显示屏。隐身了，麻烦了，我们的密营炮弹对它造成不了任何伤害，只是一点点惊吓而已。那现在怎么办？它还可以发射强大的干扰电，对我们的无人机有一定的信号干扰。现在就看密营导弹对它有没有作用。报告团长，那只隐身异后身体表面有一层防御能量，我们的密营炮弹仅让它受到一些轻微的伤害。报告团长，他似乎意识到危险，正准备掉头逃离。由于信号受到强烈干扰，导弹锁定即将脱离。无人机控制屏幕不停闪烁，已被2架猎食者锁定的那个大红点时隐时现。甘婷和孙小倩死盯着屏幕，两人身体紧绷，感到万分紧张。像以后这种级别的光阴兽，他俩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所有密营导弹3枚一组成品自行发射。射。
正在指挥战斗的楚正雄等各级指挥官看到这一幕，全都震惊的目瞪口呆。报告团长，那只隐身翼后已逃离青川遗址，我们打下来一截尾巴，心好疼啊！一次性发射了36枚特制微型导弹，还是没有把它打下来，哎，可惜呀。报告团长，2架猎食者无人机信号恢复正常。命令1号猎食者支援东方和南方阵地，2号猎食者支援西方和北方阵地。是。刚才你有没有看到天空中突然飞出来的36枚导弹？看到了，当时我还觉得莫名其妙，怎么会凭空飞出这么多导弹？现在仔细想想，是啊，你我想的一样，那应该是女子野战团的空中大杀器，隐身无人机，战力比陆地王战车还要恐怖。这个杜老弟不得了啊！真没想到，青川遗址里面竟然盘踞着一只隐身翼后。是啊，可以确定之前就是这家伙干扰了无人机的信号。根据记忆，关于隐身翼后的相关知识，杜飞的前身在高级指挥官学院有所涉猎。隐身翼后不同于其他光阴兽，属于兽王类 BOSS 级别，强悍凶猛，战力超强，并且有一定的智慧。它的繁殖能力极强，往往会统治一群雄性光阴兽，供它驱使。它的领地不存在雌性光阴兽，一旦孵化出雌性光阴兽，将会被它全部吃掉，除非受到致命威胁，才会停止交配或者活窝。那么多密营炮弹和导弹都没有干掉它，这家伙还真够硬的。这还是第一次遇见 BOSS 级别的光阴兽，没想到防御力竟然这么强，看来以后还得发明一款杀伤力更大的终极。我在天眼网站上看到过，像这类兽王级别的光阴兽，就连排行榜500强的顶级军团都头疼。曾经有3支排行前1000名的高级军团合为一支光阴兽王，结果差点全军覆没。刚才那只隐身翼后虽然战力没有兽王强悍，但也是毁灭级的存在，咱们能把它打跑，就是一件非常骄傲的事情。照你这么说，我们也算是庆幸。如果是猎食者无人机击杀了那只隐身翼后，倒还无所谓。天眼只会判定为被不明飞行物击杀，但是如果刚才1号陆地王战车击杀了那只隐身翼，肯定会引起天眼的格外关注。想到这里，杜飞心里隐隐泛起一丝忧虑。陆地王战车击杀那么多 LV 光阴兽，也不知道会不会引起光阴联邦的注意。要是被联邦天眼关注到了，我们会有大麻烦。是啊，唉，眼下也考虑不了那么多了，先拿下青川遗址再说。传我命令，隐身翼后已经受伤逃离，从此刻起 ，LV5 光阴兽留给1号和2号猎食者无人机，东西南北4个方位同时向青川遗址城内推进，全力展开最后的清扫。是。穿越成最强指挥官的杜飞，用黑科技组成一支超级无敌女军团。青川遗址战斗城来落定，或小区散黑暗，光明与希望如日初升。吕作，我们胜利了！是啊，胜利了！楚正雄回想着眼前的一幕幕，难掩内心的激动。青川遗址内不仅有 LV5 光阴兽，更是盘踞着一只兽王级别的隐身翼后。对于征战多年的铁血旅来说，这是一个奇迹，一个传奇。这一切都是女子野战团赐予的。虽然他们人数不足100人，但在杜飞的领导下，其战斗力堪比100万雄师。铁血旅要想出人头地，那就必须把握好这个万载难逢的好机会。女儿马上年满18岁，何必给联邦上交那么多时间？还不如省下30年时间，把她送进女子野战团里。报告团长，那只隐身翼后的断尾已经找到，猎食者无人机靠近后仍存在轻微干扰。一截断尾巴，还有电磁干扰，一定有名堂。报告你的具体位置。坐标731比256。赶往731比256。是。走近了，更能感受到它的恐怖。一截断尾巴，都有几个人荷包那么粗。柳若冰不由自主地咽了口唾沫。你看它的尾巴断裂处，明明充盈着墨绿色的血液，但却并没有流出来，看上去似流非流，就好像被什么东西包裹着似的。检测到含有特殊能量的兽类残肢，可提炼稀有物质控元素。控元素什么玩意儿？当前世界未知的神秘元素之一，大多蕴藏于 BOSS 级兽体，拥有逆天的震荡特性，能够释放出特定频率和波长的震荡波，具有吸音干扰、震荡反伤、超强防御等特性，合成神奇金属震惊，不可或缺的神秘元素。控元素是合成震惊必须的元素。我靠啊，运气真好！杜飞禁不住内心狂喜，深吸一口气，压制住内心的激动。你先待在这里，你小心点哦。没事，别担心。靠，这么硬！杜飞暗暗吃惊，要知道他现在的体质可是初级强化5%，随便一块石头他都能捏碎。但是这条断尾，无论他怎么捏怎么打，依然毫无损伤，硬如钢铁。要不按提取秘银的方法试试？杜飞从系统空间里拿出一瓶稀有物质熔炼剂，又花费了50声望值兑换了一个储存控元素的容器。
没反应。还是没反应。什么情况？我就不信了。直接把那瓶500毫升的熔炼剂全倒在了那条断尾上，从断裂处一直浇到尾巴根部。还好有反应了，这就是控元素。提取成功，恭喜宿主获得1毫升控元素。这么点，耗费了500毫升的熔炼剂，这么大一条尾巴才提取1毫升控元素，几个意思啊？嘿嘿，了胜于无，收着。咦，感觉好软，刚才还硬得像一根狼牙棒，现在却软得像海参，应该是失去了控元素才变成现在这样。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控元素很逆天。如果那些 BOSS 级的兽王失去了体内的控元素，就会变成像蜗牛一样的软体动物。那么反过来呢？如果人体或者人体某个部位注射一点这种元素，会变成什么样子？会不会一拳把光阴兽打飞或者打死？哈哈哈，完全有可能。报告团长，青川城内已彻底清扫完毕。按照你的命令，铁血旅2号陆地王战车和我女子野战团步兵已全部撤离青川城，正赶往东缺口集结。很好。柳若冰一脸好奇，望着那截断尾，眨巴着眼睛问道：“那些液体是什么？为什么流出来后，它看上去好像变软了，也变小了？”这个暂时保密，走吧。关于 BOSS 级光阴兽体内含有控元素以及控元素的特性和作用，暂时还不能让其他人知道。那没有了吗？柳若冰又看了一眼坑里的那截断尾，美眸露出一丝不舍。那可是兽王级别身上的部件，最主要还是女子野战团亲自打下来的。对于所有姐妹们来说，这可是一种至高荣誉。没用了，想要的话以后多的是。吹，继续吹。走吧，前往青川城东缺口。是。打开系统。打开成功。声望值增加到6000多点了，亲密值也有了126点，嘿嘿嘿，又可以兑换一些东西了。科技库打开成功。时间收集系统有了这玩意儿，那就等于这个世界又多出来一个天眼，这是我的天眼系统。需要5000亲密值，狗系统耍我呢？你个坑货！宿主，我是说你傻呢，还是傻呢？身边有这么多美女，不知道好好利用。你这是浪费资源，懂吗？算了，大人不计小人过，不跟你计较。不过好像是有那么一点点道理啊。有了自己的时间收集器，最起码猎杀光阴兽就不再受联邦天眼的抽成，以后还可以对外推广自己的储存卡。不过女子野战团一旦拥有了自己的时间收集器，那就等于触动了联邦的利益，必须要有能和联邦对抗的实力才行。任重而道远啊！柳若冰目前也就从他身上获得的亲密值最多，要想获得更多的亲密值，那就不能只在一只羊身上薅羊毛，只有广撒网，亲密值才会像声望值那样蹭蹭蹭往上涨。呵呵。恭喜宿主使用100亲密值，成功兑换到震金合成技术。这种金属果然很牛逼，100亲密值没白花，尤其是活性震金，用这种材料打造出来的战衣，穿上后绝对无敌，不仅人身安全得到了保障，还能单兵作战，甚至可以徒手肉搏光阴兽。现在控元素的来源已经有了，既有物质熔炼剂，随时可以兑换，3种材料只差一种涅槃陨石。虽然这种陨石在当前世界很稀有，也很昂贵，但是只要有就有希望。杜飞内心非常激动，也很期待。估计是做什么美梦了吧。铁血旅各级指挥官和所有战士以及女子野战团所有女兵齐刷刷敬礼。铁血旅全体战士心里都很清楚，这是一个传奇般的人物，没有这位杜团长，铁血旅也会像48师团一样葬身受缚，更不会取得青川遗址战役的巨大胜利。可以说是这位杜团长拯救了整个铁血旅。杜兄弟，咱们胜利了！是啊，不容易啊！没有杜团长，就没有青川遗址战役的胜利，楚某感激不尽。话可不能这么说，这都是铁血旅在楚旅长的领导下才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这次能够顺利完成任务，我女子野战团可是沾了铁血旅的光啊！这好，杜兄弟说什么都好。不管怎么说，你总得让战士们表示一下感谢吧。随即，他神情庄严地向所有战士高声说道：今天我们胜利了，这是我铁血旅自诞生以来最大的胜利，相信你们每个人心里都有数，包括你们的命，这一切都是女子野战团赐予的，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要铭记此刻，此等恩情我铁血旅无以为报，只能说以后女子野战团若有用到铁血旅的地方，必将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现在全体都有，向杜团长和女子野战团所有女英雄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铁血旅数千战士声音慷慨激昂，响彻整个青川遗址上空。声望值加10，兵
声望值加10，叮叮叮叮。杜飞脑海里系统提示音如潮水般疯狂响起，而此时此刻感受到眼前的一幕，柳若冰、夏颖、甘婷、孙小倩以及女子野战团所有女兵们内心极其震撼感动。听力值加20，听力值加5，叮叮叮叮。又一波系统提示音不断响起，这波收获很大呀！青川遗址任务胜利完成。吕作，军区急令，令各部3日内于圣战城外集结。陆兄弟，老哥我可是还有一肚子话没和你说完啊！无奈军区有急令，不得不先行一步，只能随后再聚了。说实在，我心里可是一直惦记着女儿加入女子野战团的事情。本来想找机会探探杜马地风，但现在军区突然来了紧急命令，只能等以后再说了。副旅长先忙军务，来日方长。陆兄弟说的是来日方长。命令全速赶往圣战城。是。传我命令，凯旋回营地。是团长。团长，1号和2号猎食者已开启自动守护模式。你们俩笑得这么灿烂，有什么好事？说来听听。团长，你猜咱们现在有多少时间了？哦，我把这茬给忘了。多少？猎杀光阴兽进账3127706小时，再加上刁德魁的那1000万小时，咱们现在一共有13127706小时。太好了，1300多万小时啊！咱们女子野战团现在是妥妥的富婆一枚啊！看把你们激动的，1000多万而已，很多吗？这只是毛毛雨，以后我们的时间多的会让你们读到嘴巴抽筋。竟然说1000多万小时是毛毛雨，团长你也不怕风大闪到舌头？反正我觉得咱们现在能有1000多万小时，我就已经很满足了。我也很满足。我也一样，虽说有这么多时间，但咱们以后也不能大手大脚的挥霍。毕竟他们之前可是过惯了穷日子，现在面对1000多万小时，能不满足吗？看着3个美女全都一副守财奴的模样，杜飞摇头笑了笑。涅槃陨石应该不难买到，但是很昂贵的。如果过2天他们发现这笔巨款不翼而飞了，怕是会痛哭流涕吧？会不会找我拼命啊？都很累吗？累倒是不累，可能是野外辐射太大了。团长不用担心我们，没事的。咱们有康复池，回去泡一下就好了。自己怎么没有感到丝毫困乏？他们之前都泡过康复池，难道是身体没有得到强化的原因？这个问题回去后得好好研究一下。穿越成最强指挥官的杜飞，用黑科技打败了一支超级无敌女军团。吴大贵，你还算不算个人？王淑珍，别以为你有一个高层老爸，我就不敢动你。实话告诉你，老子马上就要进入内阁，到时候新账旧账一起算。再给你最后一次警告，杜雷是我喜欢的人，我得不到他，你也别想得到。报告，进来。报告大人，48师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刁德魁那个废物，该不会是顶不住了，宣告任务失败了？不，大人，48师在青川遗址猎场全军覆没了。什么？48师全军覆没？刁德魁会干这种愚蠢的事？你确定？大人，情况属实，我确定。天眼刚刚发布了最新消息，你来看看。青川遗址猎场任务历时近20小时，组建方复兴军区48师全军覆没，10几支边外军团纷纷临阵撤离。鉴于并未撤出任务范围，排行榜名次将给予相应降低。本次猎场任务最终由圣战军区的铁血旅代为完成，铁血旅战绩排名由第9856名升至3217名，享受本次任务的所有拨款。评论如潮水般滚动。卧槽，这是复兴军区吗？一个是全军覆没，抵不上人家圣战军区的一个旅。谁辱啊？敢问复兴军区几多重？楼上的敢接否？呵呵，恰似一群太监上青楼。楼上的牛逼，绝了！可惜猎场规定了军团数量，不然复兴军区就早把该完成的任务都完成了。树无皮则死，联邦有复兴军区则无敌。废物，整整一个师还不如别人一个旅，要你们有什么用？有什么用？看到吴大贵发脾气，纪耀元和肌肉男吓得大气不敢出。奇怪，据刁德魁汇报，当时青川遗址可是出现了 LV5 光阴兽。按理说，圣战军区的铁血旅也就数千人，以他们的装备很难击败 LV5 光阴兽，怎么可能会取得胜利？要知道，吴大贵手里掌握着3个师，48师可是其中的一个主力师。当时我3番几次训斥，但也曾下过命令，让他们顶不住就撤退。刁德魁竟然会愚蠢到全军覆没，这不像是他的风格。对于这支主力师的覆灭，尽管吴大贵并不怎么心疼，但却对即将进入内阁的他还是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备上一份厚礼，稍后我要去一趟内阁总参。是大人。等一下，给我借109师的袁世杰。是。
我是109师师长袁世杰，请问大人有何指示？交代你的事办好了吗？大人，按照您的吩咐，那妇女2人已被送往内阁重罪矿场。很好，学长，此生得不到你，我就不姓吴。旁边的那个肌肉男见状，眼中露出一丝嫉恨，上前劝慰道：“大人，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像那种不识好歹的人，秘密处决就行了。别忘了你还有我呢。”闭嘴！你算什么东西？记住，找准自己的位置，别忘了，你只是一个工具。是，大人。肌肉男顿时冷汗直冒，深入筛糠。部长，你已经站了半个小时了，我扶您回卧房歇息一下。不碍事。徐忠，你是武器领域的高材生，说说你对那支小分队的看法。这说不准，我现在也还没有头绪。没想到竟然击杀了那么多 LB5光阴兽，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他们还击伤了一只隐身异猴。只能说他们的武器弹药对光阴兽有致命的杀伤力，尤其是空中那2个不明物，天眼竟然无法分辨出是什么类别的飞行器。别看他们那些武器装备很落后，但真实的威力已经超过了联邦的密银颗粒武器。你说他们会不会掌握了某种先进的武器制造技术？这种技术的先进程度，远远不是各大军工集团可以比拟的那种。很有这种可能。部长，刚才我查了一下，那支编外女子野战团之前没有任何战役，自从队伍空降1名指挥官，第2天的一场战役就大获全胜。那场战役让他们的战力排名共30多万，一跃至前10万。我怀疑这一切都跟他脱不开关系。那小子在学院本来就是一个天才。部长，您认识那名指挥官？我只认识那小子是杜雷的儿子。原来是这样啊，属下明白了。可能要变天了。只不过那小子还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是啊，年轻人血气方刚啊。从现在开始，密切关注那小子的队伍，关于天眼对他们的敏感记录和数据，要在第一时间内删除。是，部长。小姐，报告部长，小姐回来了。小姐，你来了。美妇的眉目之间愁云密布，显得有些忧愁和哀怨，并且藏着些许无奈。听到王书珍这一声称呼，老者身躯微颤，眼中露出一丝惊喜和激动。珍儿，你来了。王建清嘴角抽动，眼眶有些浑浊模糊起来。珍儿，爸对不起你，爸错了。王建清声音微颤，转过身子，脸上露出积累已久的愧疚。爸，之前的事不再说了，现在女儿求你救救杜雷。珍儿，那小子怎么了？如今再次从女儿口中听到杜雷这个名字，之前的排斥心理荡然无存，反而生出了一丝关心。杜雷和他女儿被吴大贵以莫须有的罪名送进了重罪矿场，爸，希望你能想想办法。重罪矿场，我知道了，不用担心，爸来想办法。爸，您的身体。不碍事。王建清朝女儿笑着摆摆手，丝毫没有因为自己的身体而影响此刻的心情。他的这一条腿已经是辐射晚期，身体也开始出现恶化，没有多久可活了。部长，重罪矿场属于内阁管辖范围，恐怕我们不好插手。目前光阴联盟一共有几百个区域，每个区都有各自管辖的基地市，复兴城、光明城、圣战城、希望城、南烟城、北韩城，这6大基地市同属于联邦第9区管辖。不用说，这父女俩所谓的莫须有罪名，应该也是由内阁定的罪，加上有吴大贵从中作梗，这件事不是一般的困难。爸，是不是难度很大？没事的，交给爸来办。为了女儿，就派心腹徐忠代表自己前往内阁走一趟吧。相信之前的那些哥们会卖面子的。穿越成最强指挥官的杜飞，用黑科技打造了一支超级无敌女军团。崩了，揪死了啊！啥崩了？拉链崩了，有针吗？哪有啊？你这又没外人，等回去再缝吧。就是又没外人。哇！若冰姐，你这也太有料了吧！若冰姐，我怎么觉得这2天你的好像变大了，是不是？滚一边去！2个死丫头，你们才被人摸了呢！啊，疼！我们说错了还不行吗？对，说错了，不是吗？是被人揉大了。死丫头，还说？快看，青川遗址战役的最新消息出来了。我看看。铁血旅战绩排名由第9856名直接上升到了3217名，进入前5000名了。啧，铁血旅这下可牛了。咦，怎么没有咱女子野战团的名字呀？好奇怪，咱们的排名依然是97566名，没有跌也没有升。什么破天眼，瞎了吗？
联邦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也太欺负人了吧！青川遗址这场战役，如果没有女子野战团，根本就不可能取得胜利。自己的军团战绩如此卓越，他们认为就应该得到应有的荣誉。联邦现在这种做法，分明就是对女子野战团的歧视和侮辱。不要再讨论了，或许这对我们来说是件好事，明白吗？哎，团长，你觉得这是怎么回事？这个，目前我也是一头雾水，怎么可能会出现这种现象？天眼瞎了吗？难道天眼把女子野战团踢出了联邦？也不对，排行榜上的名字还在，那会是什么？那就只有一个解释，我们的战功被人抹除了。这特么的！虽然这种现象对于女子野战团来说是件好事，但是心里还是很憋屈。眼下最紧要的是先找到涅槃陨石，尽快把震惊搞出来。杜飞开始搜索涅槃陨石的相关信息，这都是些什么玩意？这么烂大街吗？柳若冰、甘婷、孙小倩三人嫌的蛋疼，看到杜飞递的头茶东西，一边茶还一边摇头，好奇的纷纷凑过来。涅槃陨石，若冰姐，快看，团长在给你挑选首饰呢。若冰姐肯定是买给你的，瞎说什么呢？柳若冰话是这么说，心里甜的好像被灌了8吨蜂蜜一样。你们知道涅槃陨石？知道啊，上层贵族都佩戴有涅槃陨石首饰，很贵的，一克10几万小时呢。不，我说的是涅槃陨石原石。原石很稀少，联邦管控的非常严格，因为它具有一定的抗辐射功能。只有极少的涅槃陨石精华被联邦制作成首饰，高价出售给贵族。原石大多都把控在顶层阶级手中。据说联邦那些统治者们的纯绿色净土，就是用这种陨石打造出来的。这么说，涅槃陨石原石在市面上买不到？按理说是买不到，不过黑市上什么东西都有出售，有不少商贩在拾荒者手里低价收购各种物品，然后转手倒卖出去。黑市倒有可能，说不定还会便宜一些。甘婷，尽快在黑市上寻找涅槃陨石原石，如果有人出售，立刻告诉我。是，团长，你该不会是想买涅槃陨石原石吧？是的。啊，购买涅槃陨石？团长，那可是很贵的，精华部分做成首饰一个都要10几万小时，虽然是原石，估计也不会便宜。我给你查查。团长，你看，规格是500克左右的涅槃原石，每块价格差不多要600万小时。1公斤差不多就够了。目前只有1毫升碰元素，按照震惊合成的配比，1毫升碰元素，1000毫升稀有物质溶变剂，1000克涅槃陨石原石，可以合成将近2公斤的活性震惊，半也是正确。那么2公斤的活性震惊或许够做一件战衣了。什么？1公斤涅槃陨石原石？你购买那么多涅槃原石做什么？有用。团长，1公斤原石可是需要1000多万小时啊！这么说，咱们又没钱了。是啊，一下子1000多万小时，我的钱啊！就不能先告诉我们用来做什么吗？暂时保密，等日后自然会告诉你们。那好，你们2个别哭丧着脸了，执行团长的命令。这个男人可能又要制造什么厉害的武器装备吧？是啊，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虽然暂时保密，但肯定有他的道理。好吧，团长就不能让账户里有钱？哎，这么大的一笔巨款，说没就没了啊！